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呢，主要有3个环节。第一个呢，就是我先讲一下课程的一些注意事项，因为我们快到期末了。然后第二个是我们今天邀请了阳明交通大学的 Grace 老师跟大家分享，今天有个 special topic 叫 Reimagine Creativity Support How Computational Tool Reshape the Creative Process。那在这个 talk 讲完之后，我们后面一样会休息10分钟，然后会有个 panel。那我们就是大家在休息10分钟的时候，把你想要问的问题啊 Q&A 我们今天是打在 Discord 的Q&A 上，然后我们最后会有大概30分钟的 panel discussion 这样子。那30分钟 panel discussion 结束之后呢，我们有一个最后这堂课最后的一个工作坊 ，OK， 就是关于讲 co-creation， 然后 reflect 的未来这样子，我们去推测未来这件事情，用 co-creation 的角度去做这件事这样。好。那关于这个课程的部分的话，这是上一次的答题的一个状况啦，就是我们是14个取7个议题嘛，然后这个有同学刚好没有回答，这个漏掉了 ，OK， 好，那但理论上他有答后面啊 ，OK， 有答后面，所以还有只有1个人，所以我可以人工编辑回去，我就原谅藏在这个选项里的这个同学这样子。好。那再来就是关于我们的 Phase 2的这个测验啊，淬炼不出结果的 AIGC。那我们截止时间的话是12月11号，也就是下礼拜这样，下礼拜。那你现在已经可以开始做这个测验了。那我们这个测验呢，为了增加大家作业的分数啊，所以我们这一次呢是8个选项选4个 ，OK， 8个选项选4个 ，OK。那希望说有机会我想要看到有没有人全部答对的状况，这样有没有人全部答对？好，那还有一个是新的报告，也是12月11号要交的，就是当 MCP 不在我的掌控之中这样子。对，那这个新的报告不要忘了。那这是我们剩下的周次，那我们今天呢今天是第13周 ，OK， 北科是第13。然后呢，我们下礼拜也会有一位讲者 ，OK， 也会来。那刚刚讲的这个截止日期大家不要忘了，一个是测验的，一个是短文报告的。那最后一个测验呢，会是在第16周的时候 ，OK， 会截止 ，OK， 我会尽量快速的把这个新的作业呢整理成测验卷，然后再发放给大家这样子。那在12月25号的话，我们今天这个是没有上课，我们就会直接展览，我们在10月27直接展览这样。那这是目前的作业测验报告跟一些评分的部分，那大家自己留意一下。那还有你没有缴交的同学，就是赶快补交一下。那如果你不能补交的话，如果是系统没有设定完不能让你补交的话，那你也留言密一下助教跟老师们这样子。对，助教跟老师。那期末报告的部分的话，我们一样采用线上播放影片跟同侪互评，是12月18号的部分。那在所有的影片呢，是在17号的时候交。那下礼拜会再提醒大家一次。那期末展示的部分我们会分2个，在12月27号。那上午场的话呢，是在 Gather Town 的虚拟的一个展示。那我们会使用大家的线上播放的影片啊，跟简报去把它设定到 Gather Town 里面。这样，先问一下，有用过 Gather Town 的举手看一下 Gather Town。啊，这么少，没用过举手看，没用过的。OK， 好。那我们下礼拜就安插一个10分钟 Gather Town 讲解好了。好，那大家可以自己先注册一下账号好了。那我们要请孟伟好了，孟伟帮我们讲一下 Gather Town 怎么操作，这样10分钟。好，那再来就是下午场的话，就是实体的展示。那实体展示的部分的话呢，我们是在北科大光华馆的400的多功能教学展演厅。那在我们这边还会再调整，但原则上的话，北科同学是实体授课学校，我们应该会是比较前半段的，对，然后跟镜像学校。那后面的卫星学校会有其他卫星学校的老师们推荐一些作品来，然后也会跟镜像同学一起做展出。那我们镜像同学是采自由报名这样子，我讲完这边了。好，镜像同学采自由报名，卫星课程是老师推荐。OK， 那实体课程的话，就是所有人都必须参加，因为本来我们的课程就是这样设计的。好，那我们中午有提供午餐，下午提供下午茶。OK， 那这是非常感谢这个Taika 总办的 support。OK， 让我们可以在忙碌又很累的期末当中，也获得一些卡路里、蛋白质的补充，这样子。
午餐有蔬菜了啊，下午茶没有。好，那我们预计会邀请4位的评审来评分，预计会邀请4位来评分。那我们会把线上跟线下的分开评，线上如果他没有来现场的话 ，OK， 那就只会评线上的这样子。那奖项设计的目的就是纯属交流跟鼓励的性质啊，让大家知道说，谁东西做的比较有趣，那哪些东西值得学习的这样子。好，那对于期末有没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有没有什么特别问题？我们看一下线上的同学啊。好，如果有问题的话，我们可以在今天是 W13，OK， 可以在这边留言这样子。好，12、27北科同学需要全程参加吗？对哦。那如果你只能部分参加的话，就老样子，对，就是韩老师，是希望大家有社会化的能力啊。就说你不能来，你就要记得请假。但是你请假的时候呢，你要告知所有会影响到的人。OK， 那至少你在报告的时候一定要有组员在这样子。我会建议你报告的时候人都要在啦。至少你自己的时段人都要在。但是你说其他观摩时段你要早点走，或者是你有事要早点走，或者你必须要晚到，我觉得没有关系啦。对，但大家也知道我们平常这个期末展是蛮欢乐的吧，对吧？而且这时间我很早就有讲了，所以就希望大家都可以把它留下来这样子 ，OK。然后重点是还可以去看其他同学的东西。好，报告的时候需要准备什么？报告是指期末报告还是期末展示啊？OK， 是应该是问展示吧，因为讲萤幕 ，OK。那原则上的话，我们都会帮大家准备萤幕啦，会帮大家准备萤幕。但是原则上，你只要带自己的笔电 demo 应该就可以了，应该带自己的，有点像是我们之前的那个互动那个什么城市设计入门不是有一个小游戏展吗？比较像那样，所以有自己的萤幕就好了。对，那如果你有什么特殊需求需要比较大的萤幕的话，我们系上是有12个 BenQ 的，36寸吗？36还是38？好，然后42寸的好像有4个吧，对。好，那这个部分的话，我下礼拜会再统一再跟大家有更多进一步的消息跟内容，然后敬请期待这样子。好，那我先把简报的投影换过去。我发现我少秀一页，好，不过应该没关系，没关系，就你的介绍而已。好，那我们今天的邀请的讲者，我们应该给线上同学看一下讲者，这样按什么？这边 no signal 对，好，这样按什么？忘记了 ，Shift 加 Y 是有头像的。不用了，看一下就好了。Hello， 好，没关系，对。好，今天邀请的讲者是国立阳明交大资工系的严宇君 Grace 老师这样子。那 Grace 老师的专长是人机互动，其实你可以对，就人机互动啊、群众智慧啊、人智协作这样子。那他今天的 topic 是 Reimagine Creative Support: How Computational Tool Reshape the Creative Process。那今天的这个 Grace 老师啊，这个非常慎重啊，那有为我们稍微修改一下简报，因为我们今天的听众跟平常 Grace 老师在分享的听众有点不太一样，对，那也希望今天大家会有愉快的下午这样子，有不同的一些人生的启发，可能太严重了，太讲 OK， 就希望有不一样的启发这样子。好，那我们就掌声欢迎 Grace 老师。好，那谢谢韩老师的介绍。对，然后我在做那个这次同一片的时候才发现，我去年的12月13号也在北科大给一个演讲，在对面。对，那但是今天我听说，同学们的背景有点不太一样，我蛮好奇的，就是有多少同学是设计背景的？可能有机改过，所以他不确定他算不算这样子。我们应该换一个方式，就是你高中的时候是读设计背景的，请举手。设计相关的任何工业设计，任何OK， 好，那今天的题目就是我希望的是，我其实有跟上次来的张永如老师聊过，听说大家对于
就是接下来的 agent 会怎么样 replace 人类这件事情非常感兴趣。对，那针对那其实我今天的题目，我的题目其实最主要就在讲 creativity 这件事情。那我希望今天讲完之后，可以跟大家有一些讨论。好。那就其实像刚才韩老师讲的，我过去以及现在或是未来，我一直非常有兴趣的都是说，当今天人类使用 software，在进行 creative thinking 的时候，那他们会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以及在现在，尤其是有生成式人工智慧的加入的时候，我们有什么样的新的机会来去让 human creativity 变得更好？不管你怎么定义它什么是好。好，那这边的 creative thinking 呢，我先大概讲一下我的 domain 好了。我这边讲的 domain 可能有一些是，比如说像是interactive design， 比如说像是 visual design， 像是 poster， 或是你说你设计一些 mobile app， 有 UI UX， 那你在 writing， 或是你做简报，或是你写 code， 或是你在设计一些 VR AR 的 experience， 那或是说现在很多的 physical AI 人跟很多机器人之间的互动，以及最后比如说policy discussion， 这些全部都是没有一个 single best solution， 每个人的想法也许不一样，那是一个 complex problem， 它可能是个 iterative problem， 所以这是我定义的 creative thinking。好，那先说我对于 creativity 这个题目一直非常有兴趣，是因为我觉得它在好几年前，我们大家都说这个是人类跟 machine 最不一样，就区分人类跟 machine 的一个最重要的边界，因为人类有 creativity。对，那现在开始大家好像开始有点在怀疑这件事情了，对不对？那因为我们看到好多的文章，就说现在 Gen AI 已经可以自动的产生一个 video talk， 你丢了一个文章上去，帮你把它做好。那现在 Noble LM 大家有用过它的 podcast 的那个 feature 吗？你可以把 paper 丢进去，然后他们就生成出有些人在讲解这个 paper。对，然后还有呢 ，Gen AI 可以怎么样？它可以自己写诗、写词，那还可以自己帮你做一个 website。好，那除了这一些之外，那很多大家在找，这其实是我直接打一键生成，这最 popular search。我怎么一键生成 PowerPoint， 一键生成图表，一键生成网站？好，那你想一想，那也因为很多的small business content creators， 他们在网络上介绍怎么样 make money on YouTube，so fast， 我怎么赚了好多的钱？怎么样用这个 AI， 就是简直是就是没有任何的成本，大家都可以用这个赚钱。OK， 那或者是现在我不知道有同学有没有听过数字人 ，OK， 或者是那种数位就是广告是用自己产生的 AI 产生 ，OK， 好，那现在有很多的 business 也会说好，我用数字人来轻松的做影音，好，然后呢，他们我就先不要放他们头，但是他就说模仿就是成功的捷径，然后 AI 天天还不老人类吗？你只是在给自己洗脑罢了。对，或者说你是比如说内容就是流量的时代，你会写还不如要会生。好，那这样子的 trend， 有些东西也许对，但是很大一个东西不对。对的地方在哪里？比如说，我们就先看这个上面好，他说模仿才是成功的关键。模仿这件事情在学习里面，它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你一开始是从模仿开始，对。那但是当你只有模仿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已经有很多过去的认知科学研究发现说，当你太依赖模仿之后，其实它大幅度的会限制你想象你 create 的东西。OK， 好，那所以那今天讨论了这么多，其实这样的题目也不用我说，其实大家都一直在问这个问题。那今天我希望讲的是说，好，那到底在这个 creative process 里面，哪一些是只有人类 uniquely human， 就是唯一人类能够做的事情？什么事情是不可能，至少现在还不能被取代的事情？好，那其实今天的中心主旨是，我刚刚问大家有没有设计的背景，是因为就想大家再仔细去想一下，说到底设计那 design 跟 art 到底一不一样？我们就先不讨论这个，那我们先讲 design 好了。那 design 这个东西，它的目标是说，我要create 出一个东西，然后来解决某一件事情嘛。好，那这个 design 呢，它是一个很 social cognitive， 它是一个很social cognitive collaborative process。那最重要的是这个 design 它非常的 depends on 人类的你生活上的经验，你的 experience， 它很 depends on 你的直觉，它也很 depends on 你的情绪。Okay， 那这些东西哪一些东西 AI 可以 support， 哪些东西 AI 不能 support？ 那我今天其实会各在 social cognitive collaborative process 里面各讲几个例子。好，那我们就先讲 social 好了。
我先问一下哈，design 是个 social process， 你们现在最直觉的想象是什么什么意思？我可以随便请一个同学讲吗？如果我说 design 是一个社交，其实它是个 social process， 你第一个最直觉想到的是它是在讲什么意思？所谓的 social 就是它不是 individual， 一个是个人可以完成这整个 design process， 另外一个是它必须是 social 的。或是现在大家就想就是 design 这件事情，比如说 design 我们想讲说你写一个你的比如说你要写比如你之后要写你的 resume 好了，或者说你之后要写一个网络小说好了之类的，或是你要想要 create 一个以后你想要当 YouTuber， 然后你想要 create 一个影片，你希望有超大流量。OK，individual 的情况是什么？现在GPT 可以做的事情是什么？你不用跟任何一个人说话，对吗？你就是比如说你先用 ChatGPT 产生了一些 skeleton 一些文本，接下来呢再到 Midjourney 产生一些图片，对不对？然后接下来呢再到其他一些 GPT 的可以生成影片，从图片变影片的，再生成一个影片。这样的过程当中，它是不需要其他人类 social 的意思，其实就是必须要多个人类。对，好，那所以以这样的定义下 ，design 的 social process 一个最重要的点就是，好，就刚好就这一页好了。我不知道你们同学们，有多少是研究生啊？还是都是大学部的同学？好，那你们未来会要写你们的硕士论文嘛？那不管是要发表或不发表，你们最终肯定也会有口试委员嘛，对不对？那或者说，如果你在做设计的时候，你最后会去参展或去比赛，会有很多的评审嘛。好，那所以最终你产生出来的东西，通常会被人家 evaluate。对，好，那这是一个真实的例子。就譬如说，这是一个在我们领域里面就是就是顶尖的会议，它叫做 KAI。这是某一个作者他 submit 他的 work，OK， 那你就可以看哦，这每一个 role 都是一个很资深的 researcher 给的评分。这个 RRX 就是说，这个人觉得这一篇应该是要被直接 reject， 没有什么机会可以进去了。那有一个这个 reviewer 呢，他说他觉得这一篇超赞的 accept， 然后只需要超级少的 revision。那有另外一个人是说，我觉得他还不错，但是我觉得他需要做大幅度的修改，这个是真的，这不是我 made up 的，而且这件事情是一直不断在发生。好，那所以这代表是什么意思？同样一个 work， 每个人都是读一样的那一篇交出去的 article， 但是每个人的评价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这件事情也就代表说，假设如果我们 assume 最终我们产生出来的东西是给人看的，那也就是说，你最后得到的大家的评价，或者说最好的版本，它有可能是你 AI 没有办法判定出来的，因为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OK， 那这时候你可能会说，不是很多人在说 ChatGPT 可以 role play 吗？对，我可以叫 ChatGPT 说你 role play 一个超级 harsh 的人，你再 role play 一个超级 nice 的人。OK， 好，那但是他可以真的 predict 你遇到什么样的 reviewers 吗？你去想想看，如果我今天有一篇论文了，然后我请 GPT 来说，来你当一个 reviewer 来看看我可能会被打多少分，可能会有哪些问题。他的回答是根据你教他怎么回答嘛，对不对？所以你也可以跟他说，给我3个都很 harsh 的人，但是你真的不知道说你这个 review 真的是觉得怎么样啊？所以你虽然在 role play 这件事情，但是还是你在进行一个猜测，或是你在建构一个谁要怎么来评价你的论文。那其实我有试过，把我的 abstract 丢进去，跟他说，你觉得我这个 abstract 根据过去这个 conference 被 accept paper 来看，你觉得怎么样？他就说我觉得写得超棒的，你这个题目 motivation 好强 ，method 也非常的 novel， 那个 result 超级 insightful 的。我就跟他说没有吧，我觉得这个 word 跟过去不就一样，跟哪一篇不是一样吗？他说对，我觉得你说的对，我觉得你这一篇呢非常有可能被 reject， 因为跟那一篇超级像的。好，那 OK， 那 ChatGPT 它 role play 不同的角色了，那你要怎么知道说，那所以什么东西是真的是你的 reviewer 会说的 ？OK， 也就是说，在 GPT，它可以做到的事情是，让我们在把东西交出去之前，也许可以有一些 interaction， 去把一些我们自己可以解决的问题解决掉。但是最终，你这个 work 被整个社会的人怎么观看这件事情是没有办法被模仿的。好，那再举个我觉得非常有趣的例子。刚刚是论文这个好像比较严肃的问题。
这个是 JCPenney，JC Penney 是一个很像美国的爱买的一个店。好，他们在好几十年前，他们有产出一个这是非常非常有名的茶壶。对，好，那这个茶壶呢，当时呢就是因为他们就是像爱买嘛，他们就在那个高速公路马路边，他们就在 promote 说他们现在最新的这个茶壶。对，然后呢，这个 billboard 放在高速公路上，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家看到它之后，他们觉得他们想到一个东西。然后有没有人想到它是什么东西？有人看过这个例子吗？我已经看到有些动作了，像什么？像什么？韩老师说像一个人在端茶杯，有吗？还有其他想法吗？来，那你就说吧，地狱的东西。对，然后其实刚刚我看到好几个同学对我讲了这件事情。对，当时呢，这个 billboard 它放在高速公路上面之后呢，就是这个图。对，那 JCPenney 当时引起了轩然大波，因为大家就说你们这个茶壶是不是就是想要 resemble 就是希特勒？那当然，在美国这种社会里面，你把希特勒这种图片放在这么大的这个 billboard 上面，还要卖这个产品，这就是非常非常非常就是灾难的事情。那当时呢，JCPenney 因为这件事情，他必须要下架所有的茶壶，然后赔了一些钱，然后做了很多的事情。不过现在这个茶壶超贵的，对，因为就停产了嘛，对。然后现在大家都会说，这个代表性的这个希特勒茶壶。好，那这件事情它其实要讲的是什么？当时 JCPenney 他们是一个非常专业、非常厉害的 design， 很多的 designer、in-house designer， 他们在进行这个茶壶的设计。他们绝对没有想，他们绝对不是故意想要做一个希特勒的东西出来。对，所以呢，他们当时有一个 intent， 也许每一个东西都有某一些它功用上面的用途，它有一些 intent， 但是当你的 audience， 当你的观众看到的时候，他的 perception 跟你 intent 会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拿 feedback 这件事情，我们说 design 它是个 social process， 就是我们为了想要 close the gap， 因为 design 你永远都会觉得你在 design 一个东西，当你 design 完之后，别人怎么看这件事情，你几乎是不太可能会抓得到的。Okay， 那这个部分是 ChatGPT 你再怎么 role play 都没有办法 role play 出来的东西。好，那所以这边我要讲的是说，好，那 feedback 这件事情，我们现在在有 AI 这样的 tool 里面，我们可以做什么事情？好，那所以总结就是说，好，拿到 early feedback 是非常重要。像刚刚那个数字人的广告，他们说模仿是成功的关键，对。但是在 creative community 里面的人，他们觉得说拿到 feedback 才是成功的关键，而且越早拿到越好。你可以想象那个那个茶壶，他们如果都已经产到，最后都已经准备要生产了，然后那时候才发现说，哎呀，长得好像希特勒，才知道这件事情，他们要重新做的成本非常非常的高。那如果不是这种大的公司，你想想看，如果假设是同学好了，比如说你做了一个自己的某一个网站好了，或是影片，你花了大把的时间，你都已经把它 create 好了，然后结果呢，有人跟你说你这个 create 出来的这个 poster，就是跟你本来想要做的东西完全不一样，那这时候你要去重做的成本非常高，然后大几率过去研究显示说，你越晚拿到 feedback， 这些designer会越倾向于什么都不改，就把它丢出去就好。那这就距离你更好的design会就是会就是越远。OK， 好，那什么东西是已经存在的？现在的 technology， 我们说 online community、online platforms 已经存在了。你今天如果说你有一个，比如说你有一个 SOP， 然后你要申请，假设比如说你要申请国外的学校，对，有一种，比如说你可以想象说，比如这种我们叫做 social crowd， 就你可以想象现在有可能大家不太用 Facebook 了 ，Instagram， 或者是其他任何的社交的平台，对，那你可以把你的东西丢上去。那可能你的朋友因为出于跟你的关系很交好，很想要帮助你，他可能就会愿意说那我去你这个里面去给你一些意见，可能丢一些 message 给你或是 Slack 丢东西给你，那你就可以得到一些 initial feedback。你在交出去之前，你就可以得到一些说我想要做的东西跟他们看到的时候的结果有什么样的不一样。那还有什么样子的平台呢？我不知道你们知道 Reddit 吗？对，美国的话是 Reddit， 台湾的话可能是像Dcard 算吗？我没有在用 Dcard，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在 Dcard 上面问大家的意见啦。对，那但是像这个的话是，比如说在 Reddit 上面，就会有，其实有个很多人去这种
大型的论坛上面去问大家说，我现在做了某个东西，你有没有什么可以给我意见，可以做更好？像以这个来说的话，他是一个 beginner 的 graphic designer， 那他哥哥呢是个 YouTuber， 然后请他帮忙 create 一个 thumbnail 的东西。那他其实没有去 design school， 他没有任何的 connection 可以问真实的 designer 说你可以给我什么样意见。那这个 community 里面有很多很多的 designer 或 freelancer， 他们其实就是驻足在那个地方，然后会愿意去给大家不同的，就给这种 beginner 初阶的人说就是你其实要怎么改。那其实如果你去这些地方，你会发现很多人有 logo design 啊，其实也会很多人把自己的 resume 放上去，那就从上面去看说我可以从那个地方直接得到一些 feedback。那最后其实你也可以付钱。对，就付钱，然后说那可能有人就付钱，请你帮我看，你觉得我这个网站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所以呢，现在的 technology 已经在你可以拿到很多的 feedback。好，那你可以想象像这种很多的 design tool， 他们其实也是想 encourage 这件事情。比如说他现在会说你一键可以 po 到某个 crowd 上面去，然后拿到一些 feedback。好，那我们就停在这个地方。如果今天你用 Photoshop 或是 Illustrator，你做了某一个东西，那你现在有这个工具说随便可以发送到任何一个平台，你知道要放到哪个地方去吗？这件事情很重要，是因为你每 po 一个文，它都是有成本的。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其实你要一直拿 feedback， 那你不太可能说我在 Facebook 上面一直 po， 对吗？然后你在 online community 也是一样，其实我们之前做过实验，就是你如果同一个人他去上面发了一个说请大家给我一个 feedback， 好，那我一直发之后，你的那个 response 会越来越少。所以也就是说，你每次丢出去的时候，你都会希望你丢的那个刹那、那个位置跟那个时间点是你最好可以拿到最好的 feedback 的时候。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想到说，那如果说今天我的 AI 可以到这个 moment， 我可不可以帮忙决定一些事情？那当时这是比较早一点的 word， 然后其实那时候其实有在想这个 word， 是因为当时其实有crowdsourcing，刚刚说的那一些在网络上面拿到 feedback， 它有个统称叫做叫 crowdsourcing feedback。OK， 那这个大概10年前大家非常非常有兴趣，因为他们发现大家是可以透过网际网络去reach 到非常多不一样背景的人，那这在底赛非常重要，因为你的底赛有可能会遇到非常多不同背景的人，那这些人通常不会在你的生活周遭。好，那当时这是那个 Microsoft Research 他们做的一个实验，他们说有没有可能让大家在网络上面，就你买衣服的时候可以直接问这个 crowd， 用网络就问说要买哪一件比较好。那他们就比较说，如果用 financial crowd 就是你付钱叫人家给你 feedback，跟 social crowd 是问你自己 social networking site 上面的人 feedback， 哪一个会比较好？其实当时他们有先去问他们的受测者呢一些他们的猜想。你觉得如果是你现在想要你去逛什么 Zara， 然后就拍3张照片，然后想要知道说到底拍哪一件比较好？你觉得如果你丢到你的社群平台上面，跟你花钱是陌生人不知道，但是匿名他们也看不到你，你觉得哪一个 advice 会比较好？哪边来的 advice 你可能会比较喜欢？你会觉得花钱来的你可能会比较好，举手。就你可能想有一群人，他们就是有一个 app， 然后反正说就是有一个人有问题你回答这个问题的话可以得10块，然后就说这个人的身形跟这3张照片你选看，你觉得哪一件应该会比较好看，然后给一些理由，用这种方式收到的 feedback， 跟如果他会发到你的 Facebook 上面，就产生这样的一个 post， 就是说 trying on this。Which one is better？ 在你的比如说 Facebook 或是 Instagram 上面，你会 prefer 用你的 social media site 的举手 ？OK，social media site。好，那你会 prefer financial crowd 的举手 ？OK， 一定要选一个，不能不选 financial 的举手。就你花钱，那但那些人不认识你，他也看不到你是谁，你也不知道他们是谁，但你可以找到，比如你可以找到50个人。给你投票，那 social media 后你就 po 上去，你可能有50个人，那你不知道，那你 po 上去，那跟有些你的朋友会回复，对，就是好。那这样的情况下，会觉得 social 应该是你会 go for it 的举手。那如果是付钱的呢？你要改付钱韩老师付钱是什么原因呢？对，我想说，如果在 social media po 的话，这个
可能大家不太会说坏的，然后就会一直想要说好的，那跟风向有关。那如果跟风向有关的话，就可能会有一点随机，好或不好这样子。对 ，OK， 好，很不错。因为呢，他们其实发有一点点像的结果。对，那其实他们这个group 呢，他们就发现说，他们就要去访问那些 participant， 他们就有很多人去做这个实验嘛。他们就说social media site， 大部分人一开始都是 prefer social media， 因为他们觉得我的朋友才认识我，他们知道我的 style， 那他们知道我比较喜欢穿什么衣服。但是的确就会有这种 overly positive 的人，而且大部分人就说超好看。其实你看他这个 screenshot。就是 C 赞好看这样，对，但是呢，你是付钱的时候呢，那些人因为也不认识你，他的确不知道你任何的背后的 contact， 但他们就会给你，他们觉得这个 feedback 会比较多的理由。那个时候还没有 ChatGPT， 所以他们应该都自己打的，就是说他会告诉你说为什么哪一件比较好看，那可能会比较 honest。对，好，那这个是在 shopping 上面，那就想是说，那这个事情如果是在你自己的 design work 上面呢？好，所以当时呢，我们就想了一件事说，好，那我们要怎么样去 optimize 那个 moment？ 那第一件事情，我们在想说，不同的人他会不会你到不同的 platform， 你 reach 到不一样的 crowd， 它会不会影响到你拿到的 feedback 是怎么样子的？那这个怎么样子呢？就是说，一个是好不好，那好不好的话，我们就会请这个 designer 去 rate 说，你觉得它有没有 useful， 有没有帮助你去想到说你怎么去 improve 你的 work？ 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就是你 upload 什么东西。其实在我在给每个 talk 之前，我都会在我的白板上面先画一个 concept， 就是我觉得我这次的 talk 大概是个导向是什么，所以这个非常非常的 early。你可以想象说，今天如果我想要有一些 feedback， 只是在这个 concept， 比如我要先讲什么，再讲什么，再讲什么，跟如果我把 slides 做好了，我请别人帮我看这个 slides， 跟我就是 practice talk， 我讲一次。然后再请人家给我 talk， 好，不同的 content， 不同的 stage， 它会不会影响到你拿到 feedback 的状态？那这个 study， 所以其实就是说，我们在做一个 study 说，好，到底 content of work 会不会影响？好，那所以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就是说，好，那今天我们去找了一群学生。没有，我们做了2个实验，一组是学生，一组是真的是 designer。我们就说，请你给我们 early stage 跟 late stage 的 design。好，比如说有这个 early 是真的超 early 的，可能用手画的。那 late 的话，就是可能是已经是个 functional prototype。好，然后呢，我们就请我们自己有做一个就是那种 feedback 的那个发送dispatching 的那种系统。那我们就去分析说，好，到底不同的 crowd incentive。跟不一样的 content 会怎么样共同的影响到你拿到 feedback 的多寡跟种类？那这我不会讲太多。好。那当时发现一个蛮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我们发现，每一个平台其实你都会拿到一些还不错的一些 feedback， 没有说哪一个特别糟糕。也就是说，你付钱也可以拿到还不错的，但你就要付钱。OK， 好，那但是呢，我们发现如果那个 design 它是比较早期，这个是分析了几千笔 feedback 之后的结果。就是今天如果这个 design 它是比较 early 的，也就是不是 polished 的 work， 它会得到比较多的 feedback。那这部分我们是比较说，如果丢在social crowd 跟是那种比如论坛上面，因为付钱的话，你付多少就拿多少嘛。那当我们发现在这2个平台上面。你如果丢越早的东西上去，你都会得到比较多 feedback。那当时我们有一些假设，就想说，那可能是因为你丢了一个很早期的东西，大家会觉得他们花时间给你一些 feedback， 你可能会比较愿意去用，那他的这个 effort 会比较有意义。那今天如果你因为我们的 late design 是基本上你已经做完了，那所以做完了之后，大家可能就没有那个 incentive， 不会有那个想要去给你更多更深的 feedback 的这个意念 ，OK， 然后当时有发现说，其实如果你给越早，如果你丢越早，像这个是另外一个 designer， 他给了是他要做他自己的一个 app， 对，那这是他的 early 是这样子的 early， 那我们发现他得到一些 feedback， 大家会开始问你一些问题，就说，那所以你会有放一些 past projects 吗？在这个上面吗？然后说，那这个 color 你现在是打算要怎么去设计？对，那但是同样的 work， 当他丢是 revise， 就是 late stage 比较完整的版本的时候，他得到了很多，就是大家在 judge， 就说，我觉得这个 background color is， 就是这 combination is good， 或说，I like that layout。
大家已经开始比较不会去问一些那种启发式的问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你去选择不一样的地方，你得到的 feedback 也会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发现说，如果你去这种论坛上面的话，你可能就会得到有一些是关于 process， 像是这个人呢，他得到这应该是一个website， 那他得到一个 feedback 说，哦，也许他不在评价说你这个design做的好跟不好，但他在教你。他教你说也许你是可以你有没有去想一下你的 process 啊？也许你就是我记得他有一个，我不知道是这个，有一个人跟他说，你现在这个底下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拿出纸跟笔，重新画100个 concept。对，那这个东西的话，如果你在付钱或是你的朋友上面是得不到的，这是可能是你去问了 designer， 他们在这种论坛上面你才会得到的。好，那做这件事情其实的目的就只是说，那我们未来如果我们想要让这一个 moment 帮助这个 designer 更有效率的去运用他的资源，他可以怎么样拿到他最需要的 feedback。 对，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说，拿到 feedback 这件事情，除了人之外，其实的确 AI 可以给一些 feedback 嘛。对，那有没有可能说最后 AI 跟 crowds 可以共同的去帮助这个 designer 在不同的阶段的时候给他一些 feedback？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在非常 early 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是 AI 给的 feedback 会长什么样子，人给的 feedback 会长什么样子。那到 late stage 的时候，如果都只是 judgment， 其实 judgment 很多时候它可能是在比较说你这个 design 有没有符合某些设计的原则，像有没有符合 consistency， 有没有符合hierarchy， 这些东西有需要人来看吗？那 AI 有没有办法去做一些 support？ 对，所以未来你可以想说human 跟 AI 怎么样去完成这整个 iterative 的 feedback 的 process。好，那这个是就是在讲 feedback 的部分。那其实讲一下，我刚刚讲说我们那个实验后来一开始是有一些真的，我们是请真的 designer 去做这个实验。那有的 designer 他其实非常非常的兴奋，他就因为他参加这个实验，然后因为他是个那个书那个 book cover 的 designer， 那他就有讲说他就在在 Medium 上面大大的分享他的经验，然后他想要去建议其他所有的 designer 说，你要想一下怎么用科技来去 improve 你自己的 creative process。他说他一开始这是一本什么？他在讲那个二战的某一个他奶奶的故事。然后说当时呢，他的第一个版本他手画的时候是没有这2个人的，他是有很多什么乡野啊、战争啊的一些图。然后说，但是他收到了很多的人在说，你这是讲二战奶奶的故事，但是你的封面里面没有任何一个人在里面，所以他没有办法去 resonate 这件事。然后他想对，怎么 miss 掉这个，怎么 miss 掉要加一个人？那你说今天如果 AI 去判定或去 evaluate 这个封面，它 evaluate 的方式也许会是说它有没有符合颜色的运用，它的 composition 有没有好看，有没有 balance， 它会不会知道说你应该有一个人的 figure 在这个地方呢？不一定，因为当时他在给这个 design 下去的时候是没有任何故事内容的，他就是说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的故事，就一个 title 而已。那 AI 可以多知道它的故事的内容，我们不晓得。好，那所以这是第一个我想要讲的是说 AI 没有办法取代的是人类的 perception， 不同人类的 perception。 好，那讲完这件事情就说好，那这故事听起来好像蛮完美，那如果我们大家都拿到一大堆 feedback 就解决了吗？其实那个 study 是我整个这一连串的 work 的起头。因为呢，那时候的实验有发现的一个结果，就是有大概32%的 participants 他们拿到了很好的 feedback，但他们做的 design 呢，我们去请那个专业的设计师来去打分，就发现呢，他们都没有 improve， 不一定是变烂了，但可能是差不多。OK， 好，那而且我们不是唯一的例子。那时候我在 UIUC 的另外一个 group 的一个学弟呢，他们就是分析说，我们刚刚不是说这个在这个很多专业设计师在上面帮忙一些 junior designer 去 improve work 的这种的 community， 因为很多人会在拿到一堆 feedback 之后，他会在 repost。说我看了大家的 feedback， 我改了，然后这是我的 updated 的版本。那一样，我们去找了 expert designer 去评分说，你有没有变好？结果呢，发现几乎都没有，就没有很明显的 improvement between the iterations。好，那这其实就会有个问题啊，我们花了那么多的力气，那其实那个 work 呢，你可能会想说，那会不会是 feedback 太差？那过去呢，大概是5年、10年之间，有很多的人在做的时候，我怎么样去帮人写更好的 feedback？ 比如说有人用 NLP 的技术，说我写完 feedback 之后，帮你去判定说，你这个不够精确，然后没有提供足够的解释，等等等的。或者说有人说，那我帮你去自动的找图，
因为有时候你看到了一个 feedback， 你不知道它到底在讲是什么概念，所以说我自动找图，根据你写的东西，我去网络上找一些可以去 illustrate 你在写的东西的那些图片。好，所以有各种不同的 effort 去试图想要去强化 feedback understanding， 但是呢，最后结果有一个更让人担忧的地方，就是我们发现 designer 呢，他们拿到这种很好的 feedback， 他们看到很棒的 feedback 的时候，他们就会他们有一个 illusion of improvement。他们有做一个测试说，一群人，他们就只有拿到说，就是你这个 design 现在就他们前2组人，他们去各 create 一个，比如 poster，然后呢有create 第一个版本之后，有一组人他们就只给他们说，你这个是 on the right track， 做得好，继续加油，就这样而已。那另外一组人呢，他们用刚才讲的各种方式去给他们非常 high quality detailed personalized feedback。结果呢designer 他们拿到那个 high quality personalized feedback， 他们都 report 自己的改进都是大幅度的比那一组只有拿 generated feedback 的还要好，他们自己觉得。对，那一样，就是我们找了 expert， 就是第三方的 designer 去评比之后，发现这2组人的他的 improvement 其实并没有差异。好，那这个问题出现在哪里呢？那这边就要带到刚刚讲的是 social process 嘛，我们得到了好多的 feedback， 这件事情很重要。但另外一个是 design， 它是一个 cognitive， 就是认知的一个过程。好，那这个认知的过程呢，当时其中一个就是这个是 Henley， 他们在2011年，这是从教育学里面来的。他说 feedback 它最终有没有用，它是取决于你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在读它。那如果说你就只是去 skim read， 我就是扫过去，那如果你没有真的很仔细去思考说它跟你的底下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的话，那这些 feedback 就只是 waste of time， waste of effort。那如果你可以想象说，现在大部分的这种网络上，比如不管是其实 GPT 也是一样，我都是在强调说我很快给你超多，给你超好的 feedback 这件事情，但没有人在做的事情是我怎么样让你停下来，怎么去思考，怎么去把这个东西怎么去把别人看到别人的 feedback， 把它 incorporate 到你本来的你对你自己 design 的想象。Okay， 所以第2个 part 我就要讲的是说，好，我们可以怎么样去帮助人把 external insights， 也就是不一样的人的想法放到你自己的 design iterations 里面。那这边我想要讲一个是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就如果你想到 design 这件事，你必须要知道的一个事情吧。就是这是 Donald Schoen， 那他就是在 design 里面的翘楚。那他发表了这一本书叫做 Reflective Practitioners，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听过这书，有听过吗？ OK， 好，那总之呢，他是很久以前呢，他去观察一些很成功的设计师，不管是建筑师或是各种不同领域的设计师，他们为什么会成功？那他发现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是，这些设计师呢，他们很常在做一件事情，是他们非常 consciously 的在去反思他现在在做什么事情。那这个反思有分成说，比如说底下我们说好，你在做一个作品的时候，通常不会是一次就结束嘛。然后说这些设计师，他们成功的设计师跟不成功的设计师的差异，就在成功的设计师通常会做完了一件事，做完了一个 episode 之后，他会思考一下说我的 goal 是什么东西，那我过去我的方法跟目前的状态达到什么事情，什么事情没有达到，然后会去做一个 plan 完之后才去做下一个 episode。那他就这个 reflection 的这个动作是区分成功跟不成功，或是 experience 跟 junior designer 的一个最大的关键。好，那我就在想是说，那 reflection 这件事情，我们有没有可能把它放到这个 design 的 process 里面？好，那这边也讲一下就是其实我的 talk 还有非常非常多的版本。那我每一次呢，基本上呢，如果可以的话，我都会跟我的那个 host 跟他们要那些同学的 feedback。所以基本上呢，我这个比如我每给一次 talk， 我得到一个 feedback， 然后我去 revise 变下一个版本，这个过程就是 Donald Schoen 说的 reflect on action。Okay， 好，那我们想一个是好，我们就想一个最简单的一个非常 simple 的 intervention。你想象在 Reddit 里面，因为我一定知道每个人拿到多少量的 feedback，
我们现在先不去管说你拿到多少不同的 idea， 我们不用去 NLP 去分析说你现在有多少个 idea， 我就直接先去看说你拿到多少量的 feedback。那我们就想要测试说，如果我卡住你如果现在我知道你拿到 feedback， 那如果我叫你要先做 reflection 之后，你才可以去开始改动你自己的 work， 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到你最后的产出的结果？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research question 说，好，如果我们把一个 reflection activity 把 integrate 到这样子的 feedback 的 process， 它会怎么样影响到 design performance？ 那在做这个实验的时候，我们就突然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时间点。我拿到 feedback，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 paper 的 feedback，paper review。如果你在看到，比如说你们做 final project， 做 final project， 我不知道有没有那个其中的 proposal 吗？有吗？有，对，好 ，OK， 好，那很多情况你拿到一个 proposal， 然后比如说像我的课上，他们提 proposal 之后，同学要给每个同学他们的那个 proposal feedback。好，有两种状态，一种是你先不要看同学给你的意见，你先自己去回答一下，说，我觉得我这一次的 project 是要做什么东西，然后我觉得我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好，我自己先想一遍之后，我再去看同学或是老师给我的 review， 然后我再开始改。跟我就是先看了，我先看大家说什么东西，然后我再来去思考一下说，所以我的 goal 是什么东西，然后我做好没有做好什么，它会不会影响到最后的结果？你们觉得 sequence 会有差吗？我先看 feedback， 再去想我做的好不好，跟我先去想我做的好不好，然后再去看别人给的 feedback， 这件事情会不会影响？好，那我这边先快速的带过去，我们就做了一个我们其实也就是做一个很control 的 experiment， 我们就找了92个学生，那92个学生他们就被 random 分到5组里面去，每一组学生呢，他们都要一开始他先用1个小时去 create 一个 poster， 我们那时候是要他们去宣传一个纽约的一个半马的活动。OK， 好，那他们花1个小时做完之后，我们请他们有2天的时间不要想，这就是 Donald Shong 说的 reflect， 什么事都不要做，你先停下来，先去做别的事情。2天之后，在2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去收集 feedback 给所有的人。OK， 好，所以在2天之后，每个人他们其实都已经有 feedback 了，可是这时候我们就开始 manipulate 了。有一组人，我们让他说你不可以看 feedback， 你想要看 feedback 之前，你先要回答这3个问题，回答完之后，你就可以看 feedback 了。另外一组人就是你直接先看，这是你的 feedback， 然后你再来回答一下这些 reflection 的问题。好，那我们也想看说，那如果你完全不要做 reflection 的，那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的不管是 Ready 或是Facebook， 我拿到 feedback， 我想改我就直接改。另外一个最有趣的是，我们去说，那我知道我有给你 feedback， 但是我不要给你，你就是只回答那3个问题，你有没有把 improve your work？好，然后最后一个 condition 就是你什么事都不做，2天回来之后，你也不用 reflect， 你也不用看 feedback， 你就是开始改。好，我们就看说，那这5个不一样的 procedure， 它会怎么样影响到这个人他后来的改的多寡跟改的好不好？我们评量方式就是最后每个学生他们都会有一个 before after 嘛，那我们就是找 expert 来，我们去量测说这2个 design。他们中间的差异1到7大概多大？还有 design quality。design quality 是我们请他去选，他们不知道哪个是前，哪个是后，他们去选说这2个版本里面哪个是比较好。OK， 那 ideally 就是说第2个版本应该要比较好，会被选出来。然后这是一些 sample， 就是不同 condition 里面最少的改变、最大的改变，还有它的最低的 quality、最高的 quality。好，那我们先快速过去。因为它有很多的结果，但时间关系，我今天讲3个我觉得最有趣的地方。第一个就是我们发现，如果刚刚有5组嘛，那有同时做两个动作都有做的人，他们最后的 degree of change 比其他的组还要多很多。OK， 好，那但是 sequence 是有差别的。虽然说2个都做，他们 degree of change 会变大，但是我们发现，如果先看 feedback 再去做 reflection 的那一些 revision 比较多，会 lead to 会产生比较好，这个 design improvement 会比较多。OK， 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发现 feedback alone， 也就是拿到 feedback 但是不做任何 reflection 的人，他们的 overall 的 performance 跟那些完全没有拿 feedback 但是做 reflection 的人差不多。那最后这个结论是一个当时我们其实蛮震惊的，
因为我们觉得你不管怎么样，你拿到了别人告诉你的觉得什么东西好什么不好，你总是应该会比你自己再想想看自己什么做得好什么做得不好还要改多一点嘛，或是改好一点。但是发现 on average 平均起来，如果你不做任何的 reflection 的话，这两组人他们的 performance 竟然是差不多的。OK， 那这边其实我想要给一个例子，是我讲说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这是一个 reflection only 的 example。这是一个学生，就我刚刚讲是纽约办嘛，这左边这张是他第一次的版本，那他没有拿到任何的 feedback。我们去看说他最后，因为实验完之后，我们都会请他就是填一个 survey， 就问说他整个 design process， 他就说一开始呢，他其实我们在问他说你什么做得好，什么不好的时候，他说我不确定我要 improve 什么东西，其实我觉得我的 design 超赞的，其实真的还不错啊，对。那但是呢，因为我们规定他你要写出，如果我有什么东西要改，我要改什么。他说可是呢，慢慢的我就开始想一想我写的那些 comments。然后突然 honest 我觉得有点 pressured， 我不都说这些东西应该要改的会变更好吗？所以他就真的，因为他写了这些东西，所以他就真的去改。那改完之后，他非常非常的满意他的 revised design。你可以想象他这个人他是没有拿到任何的 feedback 的。OK， 那所以这个 study 呢，其实我们的一个蛮大的一个想法就是 reflection 它是一个非常简单但非常 powerful 的 tool。那它可以被加在任何一种的 design 或是 feedback 的 application 里面。对，好，那也就是我们在想说那接下来其实就算不是在 feedback tool 好了，就是在我们课程啊，就是都可以，就你要自己在做你自己的 design 啊或什么，你都可以想一下说，今天我拿到 feedback， 我是不是去做这个 reflection 的这个动作，它都可以大幅的让我接下来的东西变得更好。好，那每一个 project 呢，我们都会发现到一些 exciting 的事情，但是也都会发现到一些问题。那刚刚那个 reflection 的例子当然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可是呢 reflection 其实是很难的。那有一些其实也不是有很少，也是蛮多的 case 里面，因为这些学生是 junior designer， 他们其实没有什么 design 的背景，今天他就没有能力知道说我到底什么东西做得好，什么东西做得不好，或者是我拿到 feedback 之后我就也不知道怎么 implement 它。对，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就算加 reflection， 它能够做到的事情，它能够改的东西还是非常少的。OK， 那所以呢，这个部分你可能也许会很直觉就想说，那以这个情况下，我可不可以，我怎么样帮助这个人 reflect？ 好，那最直接可能想说，那 generative AI 可不可以拿过来去帮助你 reflect 吗？好，所以这个 work 我不会花太多时间。那但是呢，就是去年我在 San Diego 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实验，说今天如果我们把 Gen AI 我们在 design tool 里面，也就是你这个 design 在 design 的过程当中，你可以不断的一直得到 AI 分析你现在目前的 design， 然后给你 feedback 这件事情会怎么样改变你的 design process。OK， 那个 QR code 是这个 work 的的 video。那我想要快速的放一下。I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is text. Just request feedback. 这个影片在讲的就是说，我们有几个 case 是这几个 case 是就秀几个 case 是说我们如果在 design tool 里面有 AI 可以直接给 feedback 的话，有一些什么样有趣的 participant 的行为。And requesting feedback when a bit stuck on finalizing the skeleton.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to do with this text. Just request feedback for now, I guess. He notes being aware of the poor text legibility issue. Yeah, this one's too small. I definitely know that. I still don't really know where to put this, but I guess. However, based on the feedback, he chooses to increase the font size, adjusting how he searches for a spot for this text, and finds a new spot for it. Participants generally appreciated that the feedback helped increase their overall awareness of design principles. Sometimes when I requested feedback, I got feedback on stuff that I didn't expect to get feedback on, so I like that. Like, I could see stuff that I had to fix that I previously didn't see. And that was helpful to have that reminder because it's so easy to focus on fixing one particular element that you miss, things that might not be as top of mind.
In response to feedback, participants would explore a wide range of adjustments. This participant chose a new background image in response to her first piece of feedback, and after a second feedback request, explored a wide range of design changes, resulting in a completely new text layout. While these interactions show promise that participants are able to integrate this type of in-action feedback into their workflow in creative ways, it also risks over-reliance. 这边我想大家注意一下。 element of, I guess, like unifying that I felt like I was participating in which I was like, my goal is now no issues. So like having that there, I feel like makes me more likely to try to aim for that, which, and maybe it makes me rely on that more than just like trusting my own eyes on what looks good. On the other hand, since on-action participants were asked, 好，那我们当时的实验，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人在试图想要说，我要来去读这个 visual 的 design， 然后去说好，那我背后有某一些 design principle， 我可不可以帮助这个人去根据这些 design principle 去 fix 一些该 fix 的一些 technical issues。OK， 好，那我们这个实验其实主要讲的是说 ，OK， 这件事情是好的，但是要非常小心的是说那个 timing， 我们应该要多 available， 还有我们给的方式要是什么？因为你可以想象另外一种方式是一键修改嘛，对不对？我一键点下去之后说，你帮我改成一个更好的 version。OK， 那我们会 lose 掉这个，因为当时这个题目我们是做在那时候 UCSD 的一个 design class， 它的重点是要培养未来的真正的 designer。那真正的 designer 你要知道的是至少是 basic design principles。那今天如果 design 的 tool 里面自己一直不断的帮你在修改一些东西，那这些学生们他们在学习 basic fundamental 的 design knowledge 这件事情会逐渐的不见。对，那所以我们在设计整个 tool 的时候都是在想说好，也就你可以看到说我们的 feedback 是在说每一个 feedback 它都是对应到某一个 principle， 也就是说我看了这个 feedback 的时候，我要知道说我其实要学的 knowledge 是什么东西。那另外一个是一样，就是每一件事情有好的地方，也都会有它的 risk 的地方。那那个 gamification 是一个我们没有 expect 到的事情，就是这些其实不止一位，某个 participant 他在想说，其实我现在就开始不是在设计我的 poster。有一个人是说，他其实根本不知道这个东西要放在哪个位置，他没有在 design， 他就是这样移到某一个位置说，那个圈圈不见了，那就说 OK， 那这就我解决了这个问题。那但是怎么解决他不晓得。Okay， 所以我到底要怎么样？所以当我们后来的 follow up tour， 我们就在想是说，那到底那个我们到底可以，比如说你要做多少动作之后，你还可以猜 request 吗？还是有什么样的机制？那就是 follow up 的 work。Okay， 好，那那刚刚讲的都是在说我怎么去 synthesize external feedback。还有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我们刚刚讲每一个 designer， 每一个 design。被不同的人看的时候，他们认为该改的东西，他们 judge 的方式也会非常不一样。那其实前面刚刚说有一些participant 他们没有做任何的 improvement， 但是他们后面的 survey 其实也有提到，他说有些人说我这个东西怎么样做的不好，但是就有些人说不错啊。那我就觉得应该就是那些说的不错的人就是懂我吧，对，所以我就决定我全部就都不要改，因为每一个可能可以改的方向都有另外一组人说不用改，或是改成另外一个样子。OK， 那所以我们就在想说，好，那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帮助人在这种复杂，然后又是文字的这种 feedback 里面去帮助他们知道说我到底要怎么 plan 接下来的 revision。好，那其实我们这个技术其实就叫视觉化，文字视觉化，就是互动式文字视觉化。那这个技术已经被蛮广泛的用在去 summarize 不同的 feedback。那比如说像第一个 work 是在说我怎么样用视觉化去 summarize non-expert feedback。non-expert feedback 这是一个 work 是 Virginia Tech 老师做的。他做的是说，我在收 feedback 的时候，我把这个 feedback 切成非常小的 task， 也就是我问每个人，我问这位同学是说，你不用讲别的，你跟我说 color 怎么样。所以你给我 feedback 之后，我就已经 label 好说这是关于 color 的。那另外一个人我问的是你可能是layout 这样。好，那所以因为这样的很 structure 的方式去收 feedback， 你可以很自然的得到这样子的 visualization， 你可以一个 summary。那 visualization 也被用在比如说 online comments。那这个 word 它其实发现说，这是在那种比如说线上的论坛在讨论，比如说不同的大家对于某一件事情的看法。
那他们发现说，如果一般我不知道你们知道，就社群上大家常在吵架嘛，就是比如说在吵某些不一样的事情啊，就针对某件事情的意见大家会不一样。那很多时候大家会有比如说 insulting 的 behavior。那他们发现说，如果把那些 raw text 变成是这种 visualization 的时候，他们发现大家会对于别人的想法会比较 respectful 一点，那会比较 open-minded。所以他们发现其实 visualizing online feedback 这件事情也会对别人就愿意去跟人家讨论这件事情也会有帮助。那 visualization 也很常被做在那个就是那种 product 的 comparison。但是我们想要做的事情跟这些都不一样。我们要做的事情是什么？我们要做的事情是说，好，今天我有好多的 feedback， 我不是只要知道说，哪一个 design 比较好，我的目标是说我要找到一个 plan 来去 improve， 要去改进这个 work。那其实这个 work 是当时我在 Adobe 的时候做的。那当时我们是访谈了里面的很多的 designer。那 designer 其实有个很重要的点，他说今天我拿到 feedback 的时候是来自不同 group 的老板，也就是说我不能有一个 summary 是比如说我 miss 掉某一个人说的话，或者是说今天如果假设你可以想象我把这个文字丢进去， GPT 一定可以帮你生成出一个 action plan 嘛。但是今天如果他一个不小心，比如说他的 design 的 supervisor 说某个东西红色的非常好，然后但是某一个 engineering team 的人说这个红色我们做不出来，所以就用现在灰色好了。那如果你很有可能你用 GPT 判断之后，他们觉得 feasibility 来说变成黑色是比较好的，因为你做得出来。可是你的 design supervisor 就会非常的生气。对，所以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必须要非常的可以知道他所有不一样的 feedback 里面他改了什么，不该改什么。Okay。 那当时的 work 呢，就是所以我们在想的是说，好，那我们怎么样把一个 unstructured large scale 的文字 feedback 变成一个可以读懂的，可以帮助他们知道说接下来要做什么事情的视觉化的图啊。那我们那时候就做一个 tool， 它叫 Decipher。那先大致讲一下，那 Decipher 它其实做的事情就是把每一个我们当时是是也是一个 poster designer， 那他们拿到了8个 experts 给他们的 feedback， 那每一个 feedback 其实都非常长，这8个 feedback 加起来大概字数大概有1400多个字。好，那每一个人那8个 piece of feedback， 每一个 feedback 我们把它 break成小小的 idea units。 你可以现在想象说，我们可以当时其实可以用 NLP 的技术，说这个我讲了一大串话里面，其实里面总共有几个 idea， 那这个 idea 我们去标签说它是属于哪一个类型的，然后它是 positive neutral 还是 negative。 OK， 好，那我们就每一个 break 成一个 idea unit 之后，我们就用一个圈圈，那用颜色来表示它的 sentiment， 就是它的正向负向中间。那如果说这个人他在比如说像1号，然后一个 row 呢就是一个 row 就是某一个人，所以你看这个 row 就会说这个第1号 provider 它的 feedback 里面包含了对于这是在讲一个 mobile application， 它对于这个UI 目前的 appearance 它是一个红色，就他不喜欢。那但是呢他们在 present 这个 mobile app 的时候，这个 presentation 他觉得有一半好一半不好，有一些好的东西一些不好的东西。 OK， 因为我们有去分 topic， 所以你如果看一个 column 的话，你可以知道说 overall 这11个 provider 对于 appearance 现在这个 mobile UI 的 overall 的感受是什么，大家就可以知道。当然是 new 就那个黄框的灯泡，就是大家问问题，不见得是 criticize， 但都要问问题。所以你可以想到说他得到很多的问题，然后蛮多人有一些 critique， 那只有一个人，这个9号人他是给一个 positive 的一个opinion。 好，那你光是看这个图，你大家就可以知道说那现在目前他们这一次的这个对于这个 mobile UI 的 presentation， 这其实是一个这其实是我们那时候是坐在一个课堂上，同学在 present 他们的 UI design 课程的 project， 那同学们每个人互相在给 feedback。 好，那这一组同学呢他们总共得到11个 feedback， 那所有同学对于他们目前的那个 UI 的 design 呢就是蛮 mixed 的，那但是对于他们这个 design 的 goal 某方面来说都是蛮正向的。 OK， 那他们也可以知道说在这些 feedback 人里面第3号的 provider 跟第8号的，你可以知道第8号的这个 provider 他
都是算是蛮 neutral， 然后也甚至比较 positive。那但是3号这个人呢，他就是比较 negative 或 neutral。那其实我们在整个 tool 里面，他是可以看得出来3号是，比如是老师、是 TA 还是谁。所以用这个 role-wise comparison， 你可以知道说，不一样的人，他就也许说，我看比如说，这个比如红色好了，比如说 interaction 这个地方是红色，我跟他说，这个人讲了红色，那这个人他大部分 in general 他就是不喜欢我们这个 app。好，那我讲的这些其实都是想要讲的是说，刚才我讲的所有事情，你们都没有看到任何的文字，对吗？你们都不知道他真实的 feedback 是长什么样子。但是你就是只要看这一个图，你就已经大概知道说这一组人他的这个 project 这一次的 presentation 的状态是什么。Okay， 那这就是 information visualization 的 benefit。好。那当时我们都测试了这一个decipher， 那我们其实就想要看说，如果把一样的 feedback， 左边的话就是其实是你原始通常大家目前拿 feedback 的方法，就比如我们问 Adobe 的 designer， 他说他们的方式就是 Slack、PDF comments 或是 email， 那把所有的 feedback 贴到一个 Google document， 然后开始整理。所以左边是目前大家用处理文字 feedback 的方式，那右边是把一样的 feedback 变成一个 visualization 的话。的处理方式，那我们去看说一样的文字在这2种 presentation 底下会怎么样影响到这个 designer 他可以找到什么样子的 insights， 还有他去 approach the revision 的 strategy 会有什么不一样。Okay， 好，那也一样就有很多的结果，那但是我就大概 highlight 2个，其中一个就是说 decipher 当你把 feedback 变成是这种方式之后，它可以找到一些很 critical issue。其实像这个话是它是一个 Taylor Swift 的一个就是的一个 concert 的一个海报。好，那其实 visual element 这个地方，它的长相也不一样，因为其实有2个版本。但是这个 role 就是在讲说，总共8个 provider 里面，1、2、3、4、5、6，有6个人都非常的不喜欢这个边边这3个边菱形的这个框框。那他比如说就说就是这个 border itself is distracting， 或者 exterior pattern on the sides can take the eyes off。那用 decipher 的人，每个人都找到这件事情，但是呢，我们发现一样的 feedback 用 Google Document 看的时候，不到一半的人发现这件事情。OK， 所以我们就发现那用这种方式会比较让人家去找到一些很 critical、很 common 的 issue。那另外一个就是，今天如果有 conflicting 的 opinions 的时候，用视觉化也比较让人家发现。像在这个是另外一个marathon 的就是一个半马的 poster。有很多人针对他的 background color 下一些 comments。对，那你可以看到说有5个人，他们都不喜欢这个颜色，但是其中有1个人，他说我觉得这个 color 非常的不错，他让这个 location， 因为他是在 Central Park， 他觉得非常好，因为其他5个人都说这个绿色很难看。OK， 好，那你可以想象是说，假设今天那个第2个 provider。他是一个 design expert， 然后另外5个其实就是马拉松的跑者。他说我想要很多的爱心、粉红色泡泡之类的。那这时候如果你把第2个人的如果你忽略到第2个人的意见，它有可能是很不好的。OK， 那但是我们的 tool 在当时我们的做法是我们不想要去影响 designer 的判断，我们想要做的事情是如实的把这个 pattern 把它有点像显现出来，让这个 designer 自己决定说，所以我要怎么去 take the information。好，那刚刚讲的都是在 visual design， 那这个我想要最后就是再讲一下在 writing， 因为我觉得对你们来说可能 writing 会非常的贴近吧。那其实一样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很多人尤其在考托福的时候，我不知道有人想要考托福。好，那很多人在网络上练笔在考托福。好，你可以想象说我写一个 essay， 或是其实很多作业美国很多作业会叫你写一些小论文。好，那一样，就你写了一个论文之后，如果你找10个人来看，给你 feedback， 10个人可能会给你的意见也都会不一样。OK， 那刚才的那个 visualization 是做在design 里面，那你可以想象 writing 的话，它的做法可能必须要非常不一样。好，那这边我讲一下我们 writing 的解决的办法。那这是跟 Cornell 的学生一起合作的。那当时我们的 large language model 拿来用的时候是做什么事情？我们是一样，就是把很复杂的 feedback， 我们把它切分成小的 idea units。那但是我们做的事情是，请 large language model 去判断说这一个 feedback 它对应到的
可能是我的 essay 里面的哪一句话。OK， 那这个当时的来由是因为很多人他们其实拿到 feedback 之后，他其实不晓得你讲的，比如这个 feedback， 这个人给我这个意见，他指的是哪一个段落。对，那所以因为有了这个 information， 你就可以想象说，我们把所有的 feedback 可以把它变成产生出一个 heat map， 像这样。那如果一个 writer 我拿到很多 feedback 来之后，我可以根据这个 heat map 就说颜色越深的就代表说有越多人在 comment 那件事情。那每一个 column 是一种类型的 feedback， 像有的是像 writing 的话，有些是在讲你的 grammar 不对啊，有些是讲你的 structure 不好啊，有的是讲说你不够persuasive。我们分成了5个类别。那如果说这个designer说这个 writer 说我发现第一个段落里面前面3行好像都没有任何的问题，那但是到最后这一句话的时候，有很多人在 comment 关于C 的话应该是 concept， 就是它的那个就是某一个类型的 feedback， 那他就可以 hover over 说那我去针对这个句子去找出所有跟这个句子可能有关的 feedback。OK， 好，那当时这个 tool 呢，整个流程它都是根据说那如果我真的要改的话，我要怎么样除了帮助你改之外，帮助你反思。所以比如我们很尽量避免是直接给你答案。对，那所以我们 heat map 给了之后，这个人他可以知道说我哪个地方需要修改。那知道之后就开始说那我开始慢慢告诉你说你后面的问题是什么，然后有点像教他们说慢慢的我经过了这个 tool 的使用之后，他会更知道说这个 writing 的一些 strategy 是什么。 OK， 好，那这是在 writing。那 writing 是不是没有时间了？对， writing 的话呢，我们做完那个 project 之后一样，就每个 project 做完之后都会发现另外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改过你们的比如说论文好了，就比如说论文交出去之后，你会得到很多的 feedback， 很多的 review。那因为 review 有非常多不一样要改的东西，那所以我们说它叫做 revision space， 其实非常大。也就是说你其实可以 sample 一些 feedback 就可以改出另外一个版本。所以每一个你根据比如100个可以改的方向，你可能可以 branch out 出非常多不一样就是改的结果。那你可以想到现在不管是 Google Document 或是任何的 writing tool， 它都是假设你的 iteration 是一个 linear 的 process， 所以它会有 version 1 version 2 version 3。但是我们觉得当我们发现 revision 它其实并不是这样一个 linear 的过程。好，那所以这就是后面最后这个 Cynthia 的这个 project。 那我大概秀一下第一个We introduced Cynthia, a visual interface designed to help writers interpret and synthesize feedback for writing revision. Cynthia automatically breaks down lengthy reviews into smaller individual feedback units. Each unit is represented as an interactive, configurable bubble. Users can cluster or color feedback bubbles by provider or type to assess the quantity and nature of each contributor's input. They can also color or resize feedback bubbles based on justification, sentiment, length, actionability, or specificity to evaluate feedback helpfulness. To help users prioritize feedback at the content level, Cynthia encodes the radian of reflection arcs to represent the relevance of each feedback unit to the user's query. These visual encodings help writers recognize feedback patterns, prioritize valuable suggestions, and make more informed decisions when selecting feedback. 好，然后这个 tool 我们当时我就想的是，那个是我们所有的 participant 非常喜欢的地方，因为我们很多的 visualization 它都是假设好你的 cluster 是要 by what， 还有你的颜色就是要代表什么事。那但是我们去做一个实验说，如果今天 participant 来，那这些所有的圈圈都是他可以 manipulate 的，我们就发现大家会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 navigate 这些 feedback space。 比如说有些人会 cluster by 人啊，或者有些人是 cluster by type， 然后颜色又用另外一个维度去画。好，那这个是他可以我们去改变他怎么去 manipulate feedback unit 的方式。那最后这个是在讲feedback bubbles of interest and can ask Cynthia to revise the associated sentences based on the chosen feedback. This draft offers a concrete starting point, helping users evaluate how critiques might reshape their text,
while maintaining editorial control. Users can explore parallel revision paths by applying different combinations of feedback. The revision panel tracks all versions, enabling side-by-side comparisons with metrics such as word changes, number of feedback units addressed, and contributor diversity. Additionally, 好，这是我们那个 tool 一个很像 GitHub 的一个 version， 那就是我们让这个 writer 他可以很自由的去 create 一些不同的 version， 所以上面就我们的实验里面，其实我们是让他们去随便他们有 create 几版都可以。那其实我们发现我们当时是测这个 tool 的时候，我们几乎这样说12个人吧，几乎每个人都有试一个版本，就是把所有的圈圈全选。那因为刚刚你们可能有听到说我们的 AI 会去 suggest 一种改的方法，所以几乎每个人都试过全选所有的 feedback， 然后叫 AI 改一个版本给他。对，那但是每个人都会有再有其他版本，然后我们发现最后没有任何一个人选那个全选的版本。对，因为那很多理由就比如他们就说就是他觉得这改完的东西就不是他们自己的啦，或者说他改完就是有一个 revise 的版本来，可是他完全不知道每一个东西是怎么被决定，怎么为什么选哪一个 feedback， 为什么不选哪一个 feedback。OK， 好，那所以这就是在 writing 的 scenario 的东西。好，那其实这个总结。对，所以刚刚在讲的是说，好，那所以 computational tools 它可以怎么样去 support creativity？ 那我们今天其实大概讲了4个东西，就我们可以想的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帮助designer去连结对他来说最有帮助的人，给他重要的 feedback。那接下来是我得到一大堆 feedback 之后，我怎么样？也许用 AI 去帮助这个designer去 reflect 他自己的design 状态，那就更好去 synthesize 别人的意见。那接下来呢，我 reflect 完之后，我怎么样去帮他去 interpret？ 大家的意见都不一样，那也许用 visualization 的方式去帮助他找到重要的 pattern。那找到重要的 pattern 之后，我要怎么样帮助他真的可以去 iterate？ 好，所以这就应该最后的问题吧？你们觉得 AI can replace human creativity 吗？我觉得还不行。OK。好，然后那这边就讲了一点这个哲学上的吧。这个 Oxford 的教授就说，不管 how capable AI may have become, it cannot reliably generate truly novel solutions, given that it relies on pre-existing data and learned probabilities. 那这件事情，虽然会讲说，对，可是AI 就可以 generate 一些很酷没看过的图嘛，对不对？但是那真的是 true novel 吗？最后我想讲说，其实人类过去很多伟大的发明，它是来自它跟这个世界的互动。比如说，你们有人知道那个吗？那个魔鬼毡，它是怎么来的？魔鬼毡，它当时发明的是 George de Menstro。他当时呢，他发现这件事情，他是一个做那个粘胶的的公司。他有一次，他去那个就 hunting。回家的时候呢，他就发现他的裤子上面沾了很多鬼针草。然后呢，他那时候正在那个公司好像状态不太好，他想要转型，想要弄出一个很厉害的粘贴的东西。然后他就想，他在清他的裤子的时候，他想说，为什么这个鬼针草可以粘在我的裤子上？拔下来之后，它还可以再粘回去。所以他就拿出显微镜去看那个鬼针草它里面的结构，然后就发现某种勾勾。就是如果勾之后，它可以勾上去，再拔下来，再勾上去，再拔下来。然后最后呢，因为这个 inspiration， 他发明了这个 hook and loop fastener， 变成这个变成这个，我刚刚讲的是叫什么？对，魔鬼毡，对，变魔鬼毡。那你可以想象到，这个是人类在一个自然的，他去猎个猎个动物，然后发现这件事情，得到了一个灵感，发明了魔鬼毡。这件事情 AI 做不做得到？我不知道，对，但我觉得做不到。OK， 好，然后另外一个是刚刚讲的是interaction， 另外一个是 cognitive 认知这件事情。其实有人在说爱因斯坦他是个天才吗？他就是横空出世了这么多厉害的理论吗？他说其实不是。他说他在讲述那些理论之前，他当时是他是在这个 patent office 里面，他一直 review。很多过去人投的成功的失败的 patents， 所以所以他之所以成功，是他看过，以及他思考过，以及他 internalize 了非常多不一样的知识，然后得到他的灵感，然后吐出他最后的一些理论。
那 cognitive 这件事情其实非常重要。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知道这个 work， 就是 MIT 他们最近一个很新的重要的结论，就是他们去测试说让学生去写 essay， 一组同学可以用 GPT， 一组同学不行，他们说那个叫 brain condition。那这两组同学呢，他们说总共有4个 session， 前面3个 session 就是你可以ChatGPT 的就是你可以用 GPT 嘛写，那最后第四个 session 的时候是都不可以用 brain 的。都不可以用 GPT 的。好，那他们去测他们的脑波，对，然后他们发现呢，用 GPT 在帮助他们写 writing essay 的同学的脑波的活动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呢，与此同时，他们去访谈了这些同学，说你觉得你的这个 session essay writing 里面，你觉得你有没有 critical thinking？ 所有用 GPT 的同学都回答说，他觉得他想的更多了。因为他有更多的对话，他想了更多的面向。那这代表一件什么事情？这样说，其实 user 的 feedback 这件事情，有时候他可能跟真正的认知的状态是不一样的。那 MIT Media Lab 他们其实就是想要强调这件事情，就是他说你每一次你把你本来应该是你脑中该做的事情的这件事情 offload 去给 GPT 之后，你的脑就是没有活化这件事情。他们把这个叫做认知负债 cognitive debt。当你今天你的认知负债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你可能就被取代了吧？所以他说，所以你要想的是，所以他们就 accumulation of cognitive debt when using an AI assistant for essay writing task。所以那过去的认知科学都在说，你在学习跟成长的那个 moment 是当你今天脑子在活化、在运作的时候。那如果这样的结论说，你用 GPT 的时候，其实你脑子并没有在动，这件事情就是你就想象，如果爱因斯坦他都是用 GPT 在读这个 patent 的话，他的脑中可能也没有动那么多东西，他可能也没有办法 internalize 这么多不一样的知识，然后可以有这样子的灵感去产出后面的东西。好，那我今天就停在这吧。好，那好，最后其实我们要讲 project 啦，就是说 design 是个 collaborative process。那 AI 不能做到的事情还有什么？AI 可以帮你 create content， 但 AI 可以解决森林大火吗？可以解决 homeless 的问题吗？可以解决手机成瘾吗？可以解决饥饿吗？贫富差距吗？可以解决交通阻塞吗？那所以很多的 creativity 它其实是需要群众的智慧。那我其中某一个研究的题目是群众智慧嘛，就是我们要怎么样去让不一样的人去共同去解决这样子的，它其实叫做 wiki problem。wiki problem 它的意思就是它没有一个 objective， 它没有一个绝对公平。你任何一个 decision， 任何一个 policy， 你就是要 compromise 某一部分的人。在这样的问题底下，你要怎么去做那个决定？然后 wiki problem 还有个重点是它没有 trial and error。我们在比赛的时候，我们常说我们就 try 嘛 ，try 了之后看不对，我们就 correct。但是在 wiki problem 里面，你每做了一个人类的实验下去之后，你就是没有回头路。比如说 ChatGPT 丢进去这个社会中没有回头路，你只能往下继续走。OK， 所以他会说 no trial error, every trial count， 也就是我们要as a computer scientist 或是任何的 engineer， 任何的 designer， 我们都要去想一下我们如果 produce 任何一个东西，它可能的 consequence 是什么。好，那所以最后呢，我就停在这一页好了。就是我的 vision 呢，其实就是ChatGPT 它让每个人有更好的工具去表达自己的想法，或是帮助每个人可以参与这个设计的过程。那但是还有很大的路要走，是我们怎么样去建立这种 meaningful reflection？ 我们怎么样去不要做这种 shortcuts， 让人类还可以维持他的认知跟他的学习。然后还有我们怎么样去让这个 creative process 变得更 social、更 inclusive？OK， 然后那最重要就是我觉得 AI 它是要去强化一个人类 AI 它是 augment human minds， 而不是说我们的 human mind 是来决定，就是不要是 AI 一直吐出 option 给我们人类只是在 serve 当那个 feedback provider。说 AI 说A B C D 4个东西，那你觉得哪个好呢？那人类就只是在负责选择 AI 选了做的东西，我觉得哪一个好？那我觉得应该是 the other way around。OK， 好，那我今天的演讲到这里。好，那我们掌声谢谢 Grace 老师。好，那
对，其实我听完整个 talk 啊，其实我也是人生反思蛮多的这样子。对，我觉得，因为其实像我们实验室还蛮常出去 demo， 对，然后我们实验室同学为了出国都很常投 poster。OK， 那我个人觉得说，这是蛮好的一个经验跟体验啦，因为过往大家可能都是听报告，老师给 feedback 啊，那老师给的 feedback 会不会有 bias？ 可能一定也有嘛，对吧？或者说老师讲的方法你可能听不懂，那我就会很喜欢的让学生去面对不同的听众、不同的老师、不同的 researcher 或不同的同才所做的一个交流。那其实我们在课堂上也期中报告的时候或期末提案的时候，也都会收各位同学的一些回馈意见跟 feedback 嘛。那我们再请 AI 做一些整理，然后再吐出来回来给大家一起看这样子。那过程当中，我觉得刚刚真的感觉呼应到蛮多，而且我个人也学到一些新的方法，可以再重新让这个课堂有机会可以再有更好的一些不同的调整这样子。对，那我个人觉得我们的学生可能是很棒的你的研究对象这样子。对，所以也未来也欢迎就是有机会可以一起合作看看这样。好，那我们原则上先休息10分钟，然后我们问题呢就帮我留在这个 DC Class QA 的 W13的 response， 就是刚刚分享的这个地方。OK， 那我们接下来10分钟休息后呢，我们就会有一个 panel discussion， 可能今天可能大概20分钟吧，20分钟左右的 panel discussion。OK， 好，那 panel discussion 结束完之后呢，我会有一个最后留给这堂课最后一个小的 workshop， 好给大家。那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吧。好，我们等一下5分的时候开始。好，那我们就回来，我们把最后的 Q&A， 只有1题，2题。好，然后加成也有。好，那如果等一下有问题的话，我们就可以再丢上来这样子。好，那我们来看第一题。好，那谢老师好奇的想请问2个问题。老师觉得人的设计能力啊，人类的设计能力可能有哪些能力组成啊？比如经验思考能力等这样子。然后如果用通用使用设计，老师会怎么形容？哇，这个问题好特别哦，真的蛮大的大哉问。设计的能力有哪一些能力组成？我觉得设计能力就以现在来说嘛，我觉得在现在这种就是人人都可以 create 的世代里面啊，人类的设计能力其中一个很大的项目应该是你可以评估的能力。对，就是当今天每个人都可以产生出一个，比如说一个段子，或者可以产生出一个 design。对，那但是有能力的人他可能可以看得出来我生成的这个东西是好或者是不好。对，那是好还是不好这个东西其实是的确是来自经验，那经验都来自于他看过好跟不好的东西。对，然后所以我不知道这有没有回应到，但是我觉得现在的设计能力除了 create 之外，有一个是你到底有没有办法 assess。 对，然后思考能力，设计的能力哪些能力组成？还有另外一个是我觉得现在基础的能力这件事情有可能会重新配置。对，我想想看啊，讲个，比如说像刚刚我讲过说，在做那个用 Gen AI 去直接生那个 poster 在 Design Tool 里面加 feedback 这件事情，其实当时我们有跟一些expert designer， 所谓的 expert design， 其实现在有点有趣的事情，到底就是什么叫做 expert 这件事情，我觉得有点难以去被定义。那比如说像过去你说谁是个 expert， 你觉得他过去有，比如说过去的室内设计师好了，我设计出了我总共有几个专案，我有我这个 portfolio， 每一个东西都是我一砖一瓦刻出来的，它可能有好的东西，可能有不好的东西，我看得到我的 trajectory， 我可以看到我的设计的过程，我会有我的 taste，
我觉得设计这个部分，每个人的 taste 跟每个人的 perspective 应该要是不一样的。对，那但是现在来说，你的经验累积好像某方面来说有点容易吗？就是对，但是那个容易带来的就是变得没有价值。对，就是当我今天每个人都可以做一个网页设计师的时候，那大家的 baseline 是什么？我可以做出一个能用的我能够做出一个能看的 poster， 跟我能够做出一个让人家很 impress 的一个 poster， 它可能就会是不一样的。对，那我刚刚讲说，回到刚刚那个 design tool， 当时其实很多那些 expert designer， 他就是我们所谓的 expert 是那种有得大奖的那种人。他们就说 design principle 这个东西是一开始初学的时候你要学会的这些技术，但是呢，你必须要 master 这些 principles 之后，你就可以开始 break 这些 rules。所以真正的设计师是可以 break the rules in a way， 就是 that makes sense。对，那我觉得现在是你一直用这样的 tool 的方式，你是可以一直 follow 某一些 rules，follow 某一些pattern。那但是如果没有办法把这些 principle 硬刻到你自己能力的话，你有点难去 break。对，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说，我觉得设计师最困难的是我怎么去 break the rule 吧。对，我觉得确实，因为现在很容易有一个 outcome， 但是大家可能不太知道说这个 outcome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只是说看得到它的美好。然后有些时候就是好跟不好，其实在不同价值观底下会有做出不同的选择这样子。对，那我不知道大家有看那个 Wednesday 啊，就是那个 Netflix Wednesday， 就是有人就是喜欢黑白色，有人就喜欢彩色。好，那他说他不喜欢彩色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彩色过敏这样子。不管你信或不信，但如果他真的送医了，你好像也得信这样子。所以好像没有说绝对的一个颜色是可以适合每一个人，所以其实会有不同的一些选择跟答案。而且我觉得有件事很重要，是生活经验，这应该真的是蛮重要的。生活经验，对吧？就是像我个人，我们实验室很努力的保持每一年都有一个国际的 honorable mention 或奖项这样子。对，那这也是一个无形的压力啦。但你说这个价值观是不是人人所要追求？我觉得也不见得是。对，那你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 idea？ 也都是因为很 enjoy 生活，都是从生活当中的一些观察这样子。如果 AI 都能汇整出来的东西，我觉得可能每个人都有机会去做吧。对啊，那如果说是你自己的人生经验的话，那可能当然了，60亿的人口可能也是会有那么一些一样的人，但是至少这些一样的人会比那个大家都能 accessible 的 AI 可以取到的东西，应该会是有些不同这样子。而且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用一个报告技巧，就是如果说你去讲你的生活经验的话，其实 reviewer 跟 judge 很难说你的生活经验就是有错或什么，他顶多说这个就是一个人的建议，但他也不可能太有什么不同的 judge 这样子。对，而且我觉得刚刚有一个也蛮有趣的，就是说AI 基本上都是去生出来既有一些数据的资料嘛。有时候你看这张图片，你就觉得这张图片很新，可能就只是60亿的人口里面刚好你没有看过，可能也有其他人有看过类似的或组装的，对啊。那当然 perception 会影响到很大嘛，因为如果说今天不同的图给不同人看，有些人会觉得是一样，有些人觉得是不一样。就像这个有人看到影子或者是鬼，然后有人看到影子说一只熊 ，OK， 你说影子是什么？有时候我们有点不太可靠的情况下，好像你也没办法说是正确答案或是什么这样子，对啊。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就是如果以您到目前累积的经验来说，像是设计面临最大挑战的转机或其他相关所面临的，除了常规大家所想到一些，你还有什么额外的见解吗？设计面临最大的挑战与转机，因为我们这堂课其实讲了很多啦，对啊，那就是可能问 AI 的答案都一样，他想问问看我们有没有什么生活经验有所不同这样子。对，我觉得刚刚韩老师讲得很好，就是其实也跟前面问题有点像吧，就是现在设计能力到底是由什么组成？然后我觉得以前可能设计的相关训练都会从画画开始嘛，画图啊，那到前10年可能 UI、UX 开始盛行，然后大家会去做 user study 或者做田野调查，然后比较直化的，然后到现在工具比较方便，可以做一些量化的。我觉得会的东西越来越多，对。那还有没有什么是有挑战的这样子？
哦，其实我想要讲的其实就是这两件事其实你刚刚讲的田野调查这件事情好了，因为我刚好上礼拜去那个那叫什么一个 NLP 的台湾的年会的 mentoring session， 对，那一天当场都是在做 NLP AI 的人，对，那他们有非常多的焦虑，然后他就说，因为现在每个 model 你出来了一下，一个月之后又有一个更猛的。对，那或者是说你比如作为一个新创产业好了，就你很难去打赢那些大公司，他爬的资料就比你多，他算力就比你强，那所以 AI 到底这些公司要怎么办？对，那其实我当然是在当场，我也是一个人机或者角度人的立场。那但是其实蛮有趣的是，我听到那个 AI， 那是 AI Lab 的人，对，然后他其实讲的是说，他觉得接下来的 even 是 AI 的新创公司。他们最重要的是要知道那个 user need 是什么。他们现在想要知道是说，到底你可不可以去找到那个你应该那个该要去服务的状态，还有你要怎么去服务。对，那我觉得这个过程当中是一个非常需要就像刚刚讲，比如说反思，或是需要去深层去想，而不是说有些公司可能是走一个快钱这件事情，我怎么样可以很快速的变现，对不对？就比如说怎么数字人打下去之类的。那但也许在某一些时刻它是 working 的，那但是它能不能 sustain 这件事情不知道。对，那但是不管在哪个产业，我觉得以现在来说，最大的挑战也许就是很多人觉得自己是设计师嘛。那但是现在的转机是什么？就是你要不要成为那一个能够去观察这个世界，然后能够去理解，或是能够 open minded， 或是比较缓慢的去理解一个问题的人吗？那可能就会 stand out 吧。我个人觉得还有一个蛮有趣的转机是，因为 prototyping 变更简单了。因为其实雏形制作完后，你有了这个，然后再去做更深层的反思，得到 feedback。其实刚刚 Grace 老师其实有分享，其实效果会更好嘛。对，那以前我们可能都要等工程师来给个 prototype， 但是现在好像不需要等工程师，我也可以有个 prototype。那这时候就会有个分水岭，就是如果你设计师要会 prototype， 如果你还觉得会 prototype 是工程师家的事，那我只能说你家应该是真的蛮有钱的，就是你不需要再去会更多的技能，这样你也可以，或者是说这个我说你家很有钱，是你的公司也很有钱，你可以慢慢等这个工程师去把东西给刻出来这样子。那当然工程师也会刻的比较快啦，也会刻比较快。可是工程师再怎么刻的东西，除非他是有 HCI training 的，他可能这次 prototype 可能会不小心太在乎一些function跟 performance， 那这个就变得有点可惜。那设计师就可以帮助公司就是更快的去 framing 说这些东西应该可以怎么做，然后这些 framing 的结果 study 的结果 prototype 的结果去做 study 的结果再去 inform 这些设计的产品。那我觉得这个会是一个蛮大的一个改变，这样子蛮大。像上礼拜我们不是上那个 Model Context Protocol 吗？就是在 Unity 里面，就是我们就嘴炮，然后它就 Unity 就生一个程式这样子。OK， 那你当然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没有那么厉害耶。可是你可能你资电人会觉得它好像没有什么厉害。OK， 可是对设计师而言会觉得，天哪，他不需要再等工程师了这样子，可能这是天大的幸福，对啊。那工程师就可能要留意一下但可能工程师也会很开心，因为以前就觉得好像设计稿也不知道可不可以，然后那对设计师人是觉得要 interactive 的，对工程师是要那个版本控制的，或者说这个 performance 希望高一点，所以希望改扣不要改那么多。对，那我觉得这些都会是一个相辅相成，可以重新去反思的一件事情，这样子。好，那么在这一题，刚好下一题，老师觉得未来 UI、UX 方面，设计师或是研究员分配会改变吗？等一下讯号回来 ，OK， 对，未来 UI、UX 设计师或研究人员分配，我先回我的好了，我觉得这个设计师一定不会是10年前讲的设计师，我觉得这研究员也不会是10年前讲的研究员，就这种的有点像什么 research engineer， 那年以前那种说 engineer 还有分只做 research 这样子，对啊，那以前也不会说design 就 design， 还有什么 research designer 这样子，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有趣，不知道 Grace 老师有什么不同的见解这样子，可以 framing 这个问题啊，有时候
同学只单纯未来的 UI UX， 哦，我觉得这可能是还是要分，就是你是自己想要，我觉得现在应该是说可以做 UI UX 的门槛变得很低嘛，对，那但是我想想看人变得很低，然后大家比较容易进去，对，然后我们也分不出来厉害的，我觉得会分得出来，分得出来。就比如说这么说好了，现在大家不都超爱手工吗？什么东西只要是手工就变超珍贵，对，因为你知道里面的东西是什么。对，就比如说你做衣服好了，就同样一件衣服，我用手缝的，就是会比较厉害。对，那我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在未来的 UI UX 也是会有一点像这样吧，就你真的知道底层的东西，或是 programming 好了，每个人都写一个 website 出来，但是你可以自己，我没有用 GPT 的时候，我可以做出一个东西。就我某方面来说，我还是会觉得它会在这个市场上也会更有竞争力嘛。那分配会改变吗？对，我不研究员指的是什么？研究员研究 UI UX 的人吗？还是就有点像是 UX researcher 或 UX designer 或research designer，就是在台湾有很多像这样类似像这样的职缺，对，但是他可能都是做 UI UX， 可能他在讲设计师应该是纯的 UX researcher。纯的视觉设计师吧，或是 UI 设计师之类的。分配会改变。其实我蛮好奇，想知道台湾的 UI UX 的产业是怎么样，因为其实我没有很清楚。我觉得我很难代表这个回答这样子。对，但是我们其他课里面是会邀 UI UX 的，比如说产业的协会啊，或者是业界的人来给个 talk 这样子。对，我觉得有点 recap 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以前的 UI UX prototyping 可能就是 Figma、Adobe XD 啊，那它可能不见得要真的去 deploy 在真的网站上，它有可能是做有点像是那种常见的那种 testing， 它就当然放在网页上，然后可能去做一些回馈这样，对，然后填一些问卷或什么，它不是真的运作，是假想它会运作去做一个这样 study。那当然会写 code 的设计师就比较可以做 study 稍微更深入一点，因为东西会更接近真的 high fidelity 的 prototyping 去这样做这样子。对，那为什么讲到这个？我觉得分配吗？以前的 UI UX 跟 engineer 是完全分开的嘛。对，我觉得也许未来看这个世界怎么走吧，会不会让 engineering 有多一些这种 UI UX 的一些 training， 或是一些对，这个我倒是有一个有趣的观察，就是因为这个美国 fire 很多工程师嘛，对吧？也 fire 很多 designer 这样子，就是留下来当然很厉害。但是其实我有看到有些状况是说，以前在台湾的，当然现在还是有些这种状况啊，就多媒体工程师没有那么好找，对，但那些本来在一线上可能去TSMC 啊，或者那些晶片制造的公司如果被 fire， 他有可能刚好人生兴趣是做多媒体啊、科技艺术啊，他可能就转职过来这样子。对，那这个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然后像我们系想要培养的学生，就是希望他会写一点程式，然后也会做一些设计。对，那这样的好处，希望呢是它可以减低工程师跟设计师的磨合这样子。但确实 UI tool 让这些不同的 AI tool 让工程师更容易的理解设计师吧，我不知道，就是这种 reflection， 然后设计师也有机会用 AI 去学写程式。其实像我们上学期的程式课，就蛮多同学都会用这个 AI 当做助教，然后确实存活率就越拉越高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也对课堂上有一些不同的挑战啦，那又是完全就是另外一个议题这样子。对。不过我觉得这堂课有点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就是听完这堂课的同学可能就有点免疫了吧，就是说不会觉得 AI 是很可怕的，对吧？大家会觉得 AI 还是很可怕的，举手看一下。对，其实故意问一个大家不会举手的问题。然后但如果你觉得 AI 可怕的举手好了。这跟刚刚一样 ，AI 不可怕的举手 ，AI 不可怕啊，这么人还是觉得 AI 很可怕，真假 ？AI 不可怕的举手看一下 ，AI 不可怕。OK， 真的吗？这个还有人还是觉得很可怕。OK， 确实啊，如果没跟上是蛮可怕的。对。好。那我会觉得应该是，我觉得 UI UX，就是我觉得一切都是看
这个 AI 是用在哪边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讲的 AI 是指的说我直接丢进去生出来的话，那我觉得那个部分我觉得那是在讨论一件不一样的事情，是让每个人可以去 try 或者是 create 一些小东西。对，那件事情其实在 AI 之前什么美图秀秀啊，或者什么什么 Photoshop 或者什么一键什么怎么样，这他们其实也在做这件事情。是。对，那但是真正就是如果是真的观察设计师或什么的，那的确就像你刚刚讲的，他们可以设计出一个怎么样子的 button， 可以设计出一个怎么样子的东西，然后那些东西可能是没有办法，就是那个是人来的，对，所以我觉得怎么样去 capture 一些人，就是你观察到一些怎么去 capture 灵感，我觉得是一个设计师的唯一的武器吧。比如说，如果假设未来的设计师，你的 resume 一字排开，每个人都做10个 websites。对，那我觉得比的就应该就是说你的 thinking 是什么嘛，或是你的灵感，你来自于你的灵感是什么？我确实，如果都10个 website， 大概就是看有没有哪个 website 是真的 deploy 在这个世界里面，然后看这个世界有没有给一些不一样的一些 feedback 这样子。对，好，对啊，下一题，如果 AI 让门槛变低，也就是让初学者更容易被取代，但可是其实我是觉得初学者本来就很容易，不管有没有 AI， 应该都很容易被取代。那大家一定从初学者开始，然后只要面对这样的情况，这样子，初学者更容易被取代。之所以是初学者，应该就是他是一个本来就比较容易 replaceable 的。但假设我们讲这个初学者是稍微 advanced 一点好，因为其实确实 AI 让中阶跟低阶稍微变得比较靠近一点。对，那怎么面对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啊，就是我觉得要让自己不要被取代的一种方法，可能就是要让自己的脑子动起来吧。就是我觉得就有点像回到刚才那个认知负债嘛。我觉得 AI 这件事情，先不要只看生成式 AI 好了。我觉得网际网路跟生成式 AI 加总在一起，可以让每个人可以有自学的机会非常多。对，那我觉得当今天你知道每个人他都可以自学很多的东西，那就是你有没有办法有那个心跟愿意缓慢的去把这个东西真的变成是你的东西。对，那我今天没有讲到这个题目，但是我其实有另外一支的 work 是在说我怎么样透过比如说像 design 好了，比如说像 Behance 或是 Pinterest， 他们都 claim 说一大堆人会在上面去 share 他们的 examples 嘛。对，那他们就说这是一个 learning 的 opportunities， 因为每个人可以上去看到好的，可以看到坏的，那所以你就会自己成为一个 designer。对，但是这个部分其实也是一个某个方面我们的 technology 可以 support 的。今天我有一大堆网络上可以学习到的东西，那我要怎么样让这个东西变成是以我们研究角度来说，我怎么样把这样子的 material 变成是可以被吸收？那所谓的吸收指的是说，怎么可以把它变成是 knowledge 给到接下来的 users。对，所以我想想看啊，假设以 programming 来说好了，现在不是很多人都是什么 vibe coding 嘛，就直接写出很多的东西。对，那如果你我觉得 depends on 你的 goal， 就如果你的目标其实你并没有打算要成为一个就是 programmer 嘛，还是什么？你的目标就是想要有一个什么快速的什么东西，产生一个东西去 test 一个事情，也许没关系。但是如果要想要成为一个不会被取代的一个 engineers 的话，就是也许要做的事情是还是要回去看看一些原本的 programming 的一些书吗？或者是上一些真的是以人来教的课，或者是真的去知道说里面内容是怎么样产生。对，然后其实在认知科学里面有一个叫做 learning by doing。当时的 learning by doing 的意思的那个 doing 就是你去 try， 很多时候是不对。那我觉得 AI 它的目标是AI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地方是它可以某方面来说可以让你很快的拿到 feedback。对，然后你也不需要给人看，某方面来说。所以如果可以的话，在任何一个领域，如果 AI 可以帮助你 internal 的快速的去 rapid iterate 一些东西的话，先用自己现有的能力去 create 东西，比如说写论文嘛，先用自己的方式去写完了之后去看看说那所以如果要不好的地方会在哪个地方。对，那这样可能会我觉得那个学习可能会比较深层吧。
对比起说我就把这个 Simon 的这个的 title 丢进去，说生成一个东西给我，然后我再去 revise 这件事情，在学习的效益上面是差很多的。对，好，对，我觉得还蛮反思的，对吧？我刚刚还蛮想讲一些问题，但我现在有点想不起来。对啊，我刚才想，我到底要继续主持还是先用 workshop？ 不过我想要讲一件事情，就是 presentation 这件事情，还是在直播会录下来，是不是？哦，那可以对，好，没有，其实我就不要讲哪一位同学，就是我觉得判断 output 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那比如说像某一次的某一个同学的 presentation， 他是个无心之过，就是反正呢他要报告一篇 paper， 他就用 GPT 生成的 slides。那他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的 group meeting 要英文 presentation， 所以他去 allocate 他的时间。他先用 GPT 生成了 slide 之后，他看一看，觉得都非常的合理。然后他花大把他努力的在想要去精进他的英文的口说的练习。对，那但是呢，在 presentation 的过程当中，某一个句子其实就是他都很 make sense， 可是我很好奇说，所以这篇 paper 原来有这个结论吗？然后就说，那我们看一下 paper 是在哪里？对，然后在那个当下，他打开那个 PDF 之后，他其实不知道那个内容，那个 slide 生成出来那个句子是出现在 paper 里面的哪一个地方？因为其实就是没有。对，那我觉得大家我觉得现在其实大部分的所谓的工具好了，都是在强调速率、快速、high quality 这件事情。但是同学们真的是要自己去很小心这件事情，因为这个在我们课堂上面没有关系嘛。就是学习当然是可能会被大家发现说你就是生成出来的，但是今天如果在公司呢，在上班的时候呢，如果在学校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这么 safe 可以学习的状况下，都一直依赖 GPT 生成东西，然后我来看，我觉得不错。那在公司上，你有没有那个时间？有没有那个时间？有没有那个机会让你犯错？对，我觉得也许某方面来说，利用在学校的时间练习犯错这件事情是好的。对，而且我觉得大家用 AI， 大家说当所有人的完成度越来越高的时候，当我们又想要有些区别或差异性的话，到两个维度嘛，一个就是说在追求更极致的表现嘛，然后要不然就是追求更多元的表现这样子。那大家都很容易可以做网站啊，做 App 啊，我觉得市场就跟影片一样，就是会变得很分众化，我的感觉就会变得很分众化。那分众化呢，你能在分众化里面，单一分众里面一定也蛮多人的，所以你怎么在单一分众的市场里面，借由了解人更多而做出更让人家心动或愿意花钱的产品这样子，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蛮重要，所以观察能力我觉得是未来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胜负的关键这样，因为原则上你看不到的你不可能做得到，对吧？或者你看不到你不可能往那去做。对，当然了，如果已经是大师了，就是不知道自己知道了，那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好，但是我们应该会从知道自己不知道到知道自己知道，才有可能到不知道自己知道的这个过程这样子。然后另外一个刚刚讲的是说，我觉得可以去想象一下，在没有 GPT 之前，大家是怎么去学习的。像在这种 design 的 domain 里面，大家很多人会去找自己的 role model。就是我就会去看我心目中崇拜的人。其实当时我在一开始博士班 training 的时候，很早的时候就有，比如说前辈就是说，你要找你觉得在这个 research community 里面谁是你的 role model， 你去看他的 paper 是怎么样写的，你去看他去 present 一个 word 的时候他是怎么 present 的。那些东西我觉得是非常珍贵的。对，所以找 role model 这件事情也许是一个可以做的，就是比起去找 GPT。得到一个就是可能快速的得到一个 version 这件事情，对，它可能会是我觉得一个 strategy 嘛，对，好，那有没有人还有想问什么？有没有什么问题？好，那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就再次掌声谢谢 Great。等下 typing 吗？好，这个东海的同学，因为会 delay 30秒到1分钟。对，不，是我们现在讲话要30分钟才会到他耳边，30秒到1分钟这样子。
对，然后 YouTube 直播会delay time 会越来越多这样子。对，没有，他还没听到我们讲话，他听完他现在才有 type。对，好，这个东海同学会压力很大，他现在 hold 着现场40个人，然后线上40个人的这个。好，没关系，我们事后还是可以回这些 DC 啦，对啊。好，我们就掌声谢谢 Grace 老师，谢谢。那因为时间的关系，那我就赶快进入到最后一个小的 workshop 这样子。好，那其实这一周是讲 Human AI 的 co-creation 啊，那也非常谢谢 Grace 老师的一些不同的一些分享这样子。那我这边就想要在最后带一个 workshop 是跟 Speculative Design 就是推测设计啊有关的一个 workshop 这样。那在前几个礼拜我有跟大家分享嘛，就是曾经我跟交大阳明交通大学的陈云老师有一个计划，然后呢，主要是说把一些程式啊、互动设计啊跟数位人文去把它 combine 在一起这样子。那我们就邀请了英语老师给一个 talk。那今天这个接下来的这几页简报是从英语老师的这个workshop 里面抽出来的这样子，然后非常感谢英语老师当年所给我的一些启发这样子。那推测设计之前有稍微跟大家提过嘛，那借由这个推测，我们可以想象未来的样子，或者说社会可以去到达什么样的一个地方。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再详细再去看这本书。那我们今天就取一点简单的一些概念，然后让大家用这些概念去想 未来的 AI 跟 co-creation 会是什么这样子。好，那首先我先放一支产品嘛，帮我打在这个 Discord channel 里面。好，跟我想分享一下为什么你想要这个产品，或为什么你不想要这个产品这样子。OK， 对啊，我也想要有这种类似产品，但不是做给老人的，可能要做给老师的。比如说，同学有没有问题？以后我都用按钮的。大家有没有问题？踊跃回答哦。好，因为这句话我讲了第16周了嘛，所以如果有按钮可以按，好像也挺好的这样子。好，蛮有趣的哦，很白痴哦。OK， 好，有个懂不懂 feedback？ 好啊，那这个看起来是有点 crazy 哦，但它看起来是一个 AI 产品嘛，然后针对老人家去做使用的嘛。OK， 那如果换一个嘞，等一下哦。The new 怎么另外一个不见了？OK， 对不起，我有点忘记了。好，所以你会发现到一件事，这个有点像是推测设计啊，就是说它其实是众多未来的其中一种可能性嘛。那 Speculative Design 就是希望说我们可以去探索各种不同可能性，然后呢再去思考这些可能性哪些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未来，然后哪些可能是我们要面对的未来，然后哪些是对未来可能是一个挑战的这样子。那如果我们再看另外一个例子哦，如果看这个嘞，我们再看第二个影片，你会想要这个产品吗？也是看起来也是 AI 产品啊。 There are billions of you, but there is only one, you. So what if selecting your next vehicle focused on what truly matters? You. Introducing Genetic Select by Lexus, the world's first service that uses human genetics to match you with the car of your genes. Through a partnership with 23andMe, using their proprietary DNA genotyping, one small saliva sample will unlock your DNA, telling us where you're from, where you're going, and now, how you're going to get there. Operating your vehicle no longer requires a key. The perfect driving experience is in our DNA, because it's also in yours. Experience craftsmanship at the genetic 可以 level. 在我们 Discord channel 跟我分享一下。你不用担心以后会忘了带钥匙，对吧？好，大家跟我分享一下，在这个 Welcome to No， 嘉诚为什么不要？嘉诚为什么？怎么骗人的？我们是假设啊，未来会有这个产品啊，对啊 Nexus 花了重把钱啊，做 UX research 啊，然后虽然很常看到4月1号愚人节很常有这种影片 ，OK， 封面感觉有点色 ，OK， 然后有用颜色，基因天生不适合开车，不就设计不出来 ，OK。有各种不同车吧？Grace 老师要回答什么吗？
你可以，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大家都不想要，真的没人想要吗？不像刚刚那个真分众的市场里面，全班100多个同学，总有一个人想要吧，对吧？习惯可以改变，哦，蛮可爱的。他感觉没有做到那个最重要的 safety 啊！就今天如果我昏倒了，没有人可以帮我开车哦，就只有我的舌头，我把我的头还要把头拉去那个才可以。对，而且每一台车就是我想要不一样的人坐进去的时候，就要多换一台车，所以我要有20台车嘛。哇，Grace 老师家真的不简单哎。这个，我看一台车多少钱啊？对了，以后如果车变便宜的话，但如果撇除掉方向盘这个钥匙，其他 feature 有没有其他 feature 会想要吗？马路上的，对，这个应该是蛮有趣的哦。不足以说服我，意义不大，我觉得不错。OK， 不太想要，显出自己基因内可能没有缺陷啊，基因只有特色而已。好，但其实这两个都是就是一个模拟的影片啊，是一个模拟的影片。其实 Spirit Design 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哦，它不是想要去所谓的 problem solving， 它没有要解决问题，它比较像是说我想要去定义问题。就像刚刚大家看完这支影片后，大家不管你想要或不想要，你会发现到说大家会给出不同的一些答案，不同的 feedback 这样子。那有了这些 feedback 之后呢，就会开始接到回去怎么去反思这件事情。因为你有可能交给 AI 设计 ，AI 就是最佳化你的基因啊，找出最适合你的东西啊。可是最适合你的东西，不见得真的是适合你的。那这就回到有一个概念，就是 future clone， 就是未来追这样子。我们就知道说，这是现在，随着时间不断的推进啊，未来有各种不同的可能性这样子。有些是有机会会发生的，有些是likely to happen, could happen, might happen。OK， 这个程度。如果翻成中文，可能大家觉得很像，但你可以发现到说，有些比较靠近中心，然后有些比较靠近外围这样子。那当然，在这个每一个可能的未来里面呢，我们有可能是我们有一个想要让它发生的 ，OK， 这是 preferable， 就是我们希望它能发生的这样子。那我们到底要怎么去利用这样的一个推测设计 ？OK， 那我们就会用 retrocasting 的方式，我们就回顾这个过往的这个历史啊 ，OK， 到底现在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呢，现在的事情给了我们什么经验？有时候是惨痛的教训，有时候是快乐的回忆，但不管如何，它就是让我们去反思未来我们到底要这个东西或不要这个东西，然后接着再去思考，那我们接下来未来要干嘛这样子。所以就会变成说，我们会先在做这个 Spirit Design 的时候，我们会先想到遥远的未来，在回顾之后会想到遥远的未来，然后呢再回到现在，再一个一个的跳过去，看我们可能更接近我们所谓的 preferable 的这个 feature 这样子。那我们再回顾看嘛，2018年 AI 的诞生，不管 Siri 啊、ChatGPT 啊、Midjourney 啊，确实就改变了很多嘛。大家其实会用 Siri 的一些不同的功能，但是说 Siri 现在是不是足够厉害哦？可能就又有商代讨论。但是不是大家已经习惯这个 Siri？ 有可能已经习惯这个 Siri。那我们在这堂课之前也有讲嘛，就是说human AI collaboration human AI 的 interaction 里面有 collaboration 有 competition。OK， 那例如说李世石说输给 AI， 我觉得这世界都倒塌了。OK， 但是世界有倒塌吗？在他内心的世界里，那个城墙确实是破解了。OK， 就开始去思考、反思各种不同的事。OK， 那 Deepfake 啊，就是也可以去换人脸嘛。然后之前一开始有讲到，就是这张图是 AI 生成的。那这些其实是不是我们想要的未来？我们其实并不，有些人可能是满意，有些人不满意。但是在推测设计里面，就变成去思考说，我们未来的比赛可能会是什么样子？人是不是应该要加 AI 再去比赛，还是我们应该分类的时候呢，就应该要讲说这个是有 AI 的，这是没有 AI 的，就会有不同的状况去产生这样子。那这些都是已知的回顾的一些事件这样子。那现在可以 AI 做什么？很多嘛，生图、写歌、聊天、生报告、生什么，这都可以这样做。那有一个在这个网络上一个留言啊，就是也非常写真啊，也写实啊。他说：“我希望 AI 帮我去洗衣服、洗碗，让我可以专心做艺术和写作，而不是让 AI 让我来做我的艺术和写作，然后我得自己去洗衣服和洗碗这样子。”这其实这两件事情就会发现到说 AI 真的影响很大。
然后可能机器人也真的蛮重要的。机器人再不赶快做成可以去洗衣服、洗碗的话，那我们时间的 allocate 可能就会变得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理想。那我们的工作坊是这样子的，就是说，随着大家到大学嘛，大学前一直到现在 ，AI 真的造成了蛮大的巨变。在 COVID-19 之后 ，OK， 这两个是一个 combo 的技能，这样子 ，OK， 打得老师措手乱学生也是一样的。那第一个，我们可能没有办法5分钟 ，OK， 但是我觉得希望大家可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 W13 这边去留言说，随着 AI 的来临，大家知道现在对于专业上的学习，你觉得得到什么样的困惑、瓶颈或挑战这样子 ？OK， 我就是希望说有第一个的 reflection 跟反思这样。那我们就给大家3分钟的时间 ，OK， 我们试试看3分钟，可不可以让我在4点整下课这样子？ OK， 帮我稍微先留言一下。好，我们是反思过去嘛？反思过去，对。就叫我帮我开号，对啊。哦，在这空白时间也跟 Grace 要介绍，就是我们每堂课都会有这种有点像即时系统这样子，所以我们每个议题都有聊天串这样子。那我最后想要就是会写个 Discord 的 chat bar， 然后把全部爬下来，针对每个议题。对，但后来有发现说，确实这个使用上还有待改善这样子。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做法还蛮不错的，对啊。对，那我们可以知道说大家，Slido， 对 ，Slido 就不能爬，就比较麻烦。对，我也没有仔细思考过，对啊，对，但是 Slido 要另外开啦。但我觉得 Discord channel 就是大家可以一直看，然后因为我们上课有非同步，所以有些同学会比较晚留言。对，我这一集其实没有特别做说你留言的多寡会影响到课程参与成绩啊。对，战术，work hard， 好 ，work hard。哦 ，AI 女友 ，OK。我们这次期末专题没有人做 AI 女友，没有，对。我们有3组做跟算命有关的，对。然后还有2组跟吃的喝的玩，问的那种普签啊，不是紫微斗数，对，占星。是啦，但是比较是说他甚至把进去要出来之后不知道怎么解释，就是对可以用问的这样子的啊。想知道之前这好的，这个可以当 QA 回答吗 ？OK， 之前都靠韩老师就说，同学加油啊，鼓励啊，可以啊，你没问题的这样子，就是连哄带骗的过去了这样子，是吗？子琳，是吗？杰西，因为他曾经都是我们大学部的学生。那我觉得大家要知道是这些学长姐没有考 AI， 所以他们以后可能就会比较强，因为他们自己想出来的。对，我觉得有件事有差别，就是我们在学习的年代的时候，资讯算开始爆炸，可是我们从少量资讯开始学怎么去掉杂讯，而这个年代的是资讯跟杂讯合在一起，一开始量体就很大，所以变成说很难去除杂讯，抽取要的资讯。对，而且以前的学习是很慢的。就比如说我看第一篇 paper 是要查字典写字的，对，但是现在要慢慢的看第一篇论文这件事情，我花了非常大的力气才有办法说服学生做这件事情。对。怎么办？我完全跟你唱反调。我跟同学说，我们花多点时间找第一篇 paper 这样子。都是。然后我们再教他说，老师最不喜欢让他的阅读方式去阅读那些论文，然后重点在于确认 confirm， 然后回头找这些。对。以前写成不会啦，对吧？不会白费，都会在基因里的，对吧？我以前是做网站，就是 SOHO 做网站的，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做了10个网站，然后我考不上北科大，对，因为我觉得也蛮合理的，就是你怎么证明这10个网站是你做的？但你以前做10个网站，好像在 CB 里好像很厉害，
但是现在回头起来就还好，我那时候有改变，要不然我觉得10个 app 10个什么都没办法证明什么，就是说你的能力，或者说你可以对于社会或公司带来什么价值这样子，对啊。好，那因为3分钟，那我们再往下一个哦。好，再来是因为我们要回顾过去嘛，我们大概先稍微反思一下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个状态。那接着我们想要与 AI 共创的幸福未来，假设这是我们想要 pursue 想要追求的这样子的幸福未来好了。那我们就想一下，如果毕业后啊，然后我跟 AI 处得很好啊，就是有点像交男女朋友一样，我跟他处得很好，然后我们毕业了，我不确定会不会结婚，但是我知道它的存在 ，AI 的存在，然后 AI 可能也 AI 的设计者也知道我们的存在 ，OK， 那你希望毕业后你希望是成为自己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者我的工作环境是怎样，或 AI 与我的关系你觉得会是什么？可以给大家3分钟 ，OK。就是这个毕业后我希望 OK 好，这是一个好快速的反思哦，在 AI 的时代下课程都要这样压缩，真的所以说不定在线上上课的 OK 可以控制自己的节奏，这也是蛮有趣的，因为录 YouTube 大家可以按暂停对吧，但是现场呢会有现场属于现场可以得到的一种紧张感，刺激肾上腺素，我要赶快去反思，真的这个世界怎么这样子？好像就有不同的这种，好像现在的身心状态不同的时候，我们就要学不同的方法。而对我这个老师而言，我好像只讲了1次课，对，所以我就觉得，之前有一个蛮有趣的，他说，这是10年前的交通工具，然后是一匹马，这100年前的交通工具是一匹马，100年后我们有车子，然后100年前呢，是什么？100年前有一匹马，100年后我们的车子。好，反正他就举了很多100年前跟100年后是不一样的。然后呢，他最后一张图说，100年前的教室跟现在的教室一模一样。对，就很不一样。但很多老师上课方法还是很像。对，当然开始有改变啦，因为 content 改变，其实很多东西都会改变这样子。对，但是就是世界转很快，可是我们教室其实没有办法换太快，因为教室的改变有时候是资本主义下的产物，对吧？你换这个桌子是可以合并的，可以 workshop， 可以 PPL， 都差很多这样子。这为什么觉得北科的钟怎么越来越快啊？开学前的时候是整点，然后现在是变慢呢？对啊，是变慢了，变快，对，变快了。上礼拜是59就打钟，这礼拜58，是我错。我跟你讲，这就是观察力 ，AI 绝对看不出来这个时钟到底转得快或转得慢 ，AI 只觉得时间到了，我要打钟了。这很重要观察力。大家回得很快，好，谢谢。好，我们再往下。好，就是假设呢，在2030年后，我们与 AI 有共创幸福的未来，那意思说2027年的时候，一定是有一些设计物的出现嘛 ？OK， 或者这个设计物可能一定跟 AI 有关。那因为有 AI 有关，所以你就学了它之后呢，你就开始出去社会工作这样子。那你就说这个东西会是什么？这东西会是什么？这个设计物如何帮助你达到刚刚想讲的这个美好的未来？对不对？好，这是3分钟。好，那如果你是线上的同学，可以按暂停啊，可以按暂停。对，我说线上的同学啊，因为他有自己的节奏，他可以按暂停。所以你看，我现在老师上课也要想象这天灵盖上有很多人在听课这样子，对。然后还要怕自己讲话讲不好被录出去，然后而且我们这堂课之前有上 Character in AI， 就是还有上 Eleven Lab， 就是可以把你的声音啊，就是变不一样是一个啦，就是说像我都会跟我爸妈讲说，你以后听到你儿子讲电话跟你借钱什么都不要信，对，因为我的声音档实在在网络上实在是太多了这样子，对，我说如果跟你借钱，我一定会在你面前跟你说我要借钱。所有我在你面前的东西才是真的，剩下都是假的这样子。我们来看一下如果帮你打所以毕业后吗？好，我来看一下。AI 可以辅助完成不用思考。完成那些不用思考复杂的杂事。其实确实，我现在也是蛮有这种感觉的，就是
以前我会觉得我需要很多学生一起来读论文，然后我们一起学习嘛。我现在都让 AI 去读论文，然后跟 AI 一起学习这样子。然后以前会觉得我可能接了什么产学案，然后先确认学生会不会做。我现在都接了产学案，确认我一个人可以全部做得完。我觉得确实对，因为有时候怎么讲啊，就是那些很重复性的事物，有点像是借由重复的操作，你会有一个新的体悟这样子，这样。好，能够善用 AI， 在遇到问题找答案时，自己的深度思考能力运用啊，并能够快速知道哪款 AI 辅助我最快最有用。哎呦 ，OK， 这个是财富的重置吗 ？OK， 生活与工作，我负责好好生活下，他负责工作赚钱。OK。可以重复高给人工追踪，我们只要做，我们要做高风险的事哦。OK， 这个应该是说，如果决策做会造成高风险吧？因为高风险不是应该叫机器人去做？不过我可以理解他的意思，OK， 专业化比 AI 厉害的人，靠自己应用能力。OK， 好，那刚刚的。这个应该大家帮助我达到美好的未来。OK， 好，这个大家来写好，但我想要赶快 close 这个课程。好，那最后的活动啊，就是大家回去自己弄吧，应该会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你把你刚刚讲到的这个3部曲啊 ，OK， 你把它丢到 Notebook.LM， 或者说你把它设定到 Character.AI， 这两个之前在课堂上都有上过。然后呢，接着你就可以，如果 Character.AI 的话，你就可以跟他产生跟他对话。然后 Notebook.LM 呢，它会让他直接send podcast。然后请他讲一段关于未来这样子。那我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那个经验，就是写给未来自己的信啊。OK， 那我是希望大家把这个写给未来自己的录音啊，我们就把它放在 DC 上这样子。DC 我确认啊，5年后如果我还是老师的话，我应该不会删掉，或是 Discord 不会倒的话，它应该都还在。那5年后呢，我会提醒大家有兴趣回来看一下你5年前给自己的对话是什么这样子。那这个反思为什么要这样做？跟以前写白纸黑字有什么不一样？因为如果你用 Character.AI 的话，你可以设自己的声音嘛，你可以来一场自己跟自己的对话。那 Notebook.LM 也 OK， 那就是看你喜欢的方式是什么这样子。OK， 那如果你是 Notebook.LM 的话，就是在摘要这边，你可以写下这些字，然后叫它生那个 podcast。那最后呢，最后就要跟大家讲，这个是 Dr. Josephine Voris 讲的 The Three Laws of Future. The future is not predetermined. 就未来并非早已注定，未来难以预料，未来的走向取决于我们现在所做的选择。那现大家有缘选择这堂课，那在这堂课里面呢，没有带给大家太多技术的，但比较多的是应用，因为我们觉得技术在泰卡其他课里面都有讲。那既然大家已经知道说这些技术的应用 ，OK， 会在不同的情境啊、场域啊，会发生不同的事。而我们这堂课也希望说，借由大家对于 AI 的认识，也不再恐惧，然后也打了很多预防针，也开始去思考未来 AI 可以跟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个存在的关系。然后对于可能所有权啊、著作权啊、共创的 perception 然后 cognition、sensation 到底这些跟这 overall 到底有什么一点关联性？我希望给大家有些不一样的一些想象这样子。那这是我们最后一个workshop 的课。那我们下个礼拜呢是邀请到政大的悠悠老师、侯忠荣老师，然后给大家讲了一个 talk 是关于 human 跟机器人的权利，我想不起来中文机器人权利，对，我们讲完 co-creation， 然后最后讲机器人权利，作为这堂课的最后的一个 ending 这样子 ，OK。那希望大家这堂课有不一样的收获，然后有不一样的学习的节奏，然后也让大家知道说，大家都有 AI 的时候 ，OK， 那老师呢也去挑战了自己，做了点课程的改变，然后大家也希望说，有了 AI 之后，你在学习上可以有什么样的新的改变？那不变应万变呢，可能不是用在这时候 ，OK， 这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打开自己的视野，然后呢，放下自己的成见，然后去观察这世界的所有事物的细节，然后希望我们可以为台湾
不是为这个不止台湾，未来这个社会可以有越多不同的美好事物的发生。那我们这堂课就到这，谢谢大家，谢谢。